这个夏天，当48支球队在北美3国的绿茵场上捉对厮杀，当数十亿人守在荧幕前，为这场人类最大的足球盛宴疯狂呐喊的时候，一张截图忽然在社群网站上疯狂流传。有人信誓旦旦地说，早在将近30年前，一部黄皮肤的美国卡通就已经一笔一画地预言了这一届世界杯决赛的对阵，甚至连夺冠的队伍都画了出来。而这部卡通就是辛普森家庭。如果你上网搜寻，你会发现这样的说法多到吓人。他们说辛普森家庭预言了川普当选美国总统，预言了迪士尼并购福斯，预言了智慧手表，预言了视讯通话，预言了政府对全民的监控，甚至预言了震惊世界的911。一部从1989年开播到今天已经播出超过800集的搞笑动画，怎么就变成了全世界最灵验的预言书？这帮住在春田镇的黄皮肤小人，难道真的握着一支能改写未来的画笔？从美国到欧洲，从台湾到日本，全世界的网友都在疯狂的转发，都在半信半疑的惊呼，这一家住在荧幕里长了3根头发的黄皮肤小人，不知不觉之间竟成了整个网络时代最受追捧的一位神谕。有人说他的编剧是穿越者，有人说他们当中藏着真正的先知，甚至还有人说他根本就是命运本身，特意派来提前给我们剧透的一位信使。这听起来荒诞不经，可是当你看完接下来的10个预言，你也许就再也笑不出来了。先别急着下结论，今天这支影片我会带你一路盘点，从全世界最惊人的10个预言开始倒数，一路数到第1名。你会看到那些连辛普森编剧自己都无法解释的诡异巧合，你会看到西方2大先知对2026年这一整年下的恐怖判词，你还会看到一颗真实存在刚刚穿越我们太阳系的星际访客。而当我们一步步走到第1名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个彻底颠覆人类认知的可能。到那时你也许会明白，真正可怕的从来都不是这些预言到底有没有成真，而是预言这件事本身究竟是在预测未来，还是在悄悄地书写未来。这中间的差别比你想象的要惊人1万倍。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第10名，那些微不足道却又细思极恐的日常巧合。我们先从最不起眼的一类说起，因为正是这一类最能让你在一瞬间感受到什么叫做毛骨悚然。1995年，辛普森家庭有一集，讲的是春田镇那棵宝贝柠檬树被隔壁镇的小孩偷走，爸爸河马带着儿子巴特翻山越岭去把树抢回来。这听起来荒谬透顶，这世上谁会去偷一棵柠檬树？可是到了2013年，在美国德州的休士顿，真的有人半夜潜入别人家的院子，把一整棵柠檬树连根挖走，只留下一个大坑，让屋主目瞪口呆，站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还有更离奇的，有一集里，春田小学的午餐阿姨端出来的肉被爆料其实是马肉。编剧大可以随便安排成任何一种动物的肉，牛肉、猪肉、鸡肉，可他们偏偏就选了马。结果将近20年后，英国的大型连锁超市真的爆出了震动全欧洲的丑闻，被查出把马肉混充成牛肉，卖给了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再看这一幕，2007年的一集里，辛普森一家走过一座破败的购物中心，妈妈指着一间拉下铁门早已倒闭的店面说，这里以前是一家杰西潘尼百货。而在13年后的2020年，这家真实存在的美国100年老牌百货公司真的在疫情的无情冲击之下宣告了破产。还不止这些，早年间有一集，妈妈为了逗生病的儿子开心，拿起一本书念给他听。那本书的书名叫做《好奇猴乔治与伊波拉病毒》。当时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可是许多年之后，伊波拉这种可怕的病毒真的在西非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疫情，夺走了无数人的性命。一个念给孩子听的睡前故事竟然也成了一句预言。还有一集，赌场的舞台上，2位模仿拉斯维加斯著名魔术师的表演者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自己心爱的白老虎猛地扑倒。这本来只是一个夸张到极点的搞笑桥段，可是大约10年之后，现实中那位真正的魔术大师真的在一场演出当中被自己的白老虎咬伤，落得半身瘫痪，一世英名就此谢幕。
还有那条大名鼎鼎的三眼鱼。早在辛普森家庭最早的几季里，就出现过一条长着3只眼睛的怪鱼，它就生活在核电厂排放废水的那条河里，辛辣地暗讽着核污染的可怕危害。而在许多年之后的现实世界，真的有人在一座核电厂附近的水域里捞起了一条同样长着3只眼睛的鱼。照片一经曝光，整个网路瞬间炸开了锅。一棵柠檬树，一块马肉，一家倒闭的百货，一本童书，一场老虎伤人，一条3只眼睛的怪鱼。单独看，每一件都只是巧合。可是当这样的巧合一件一件累积到几十件、上百件的时候，你还笑得出来吗？这正是辛普森现象最迷人也最恐怖的地方。而辛普森的资深编剧埃尔基恩早就给过一个非常冷静甚至有点扫兴的解释。他说，如果你写了700集的剧本却什么都没有说中，那你这个编剧也未免太差劲了。你朝着一个靶子扔出去足够多的飞镖，总会有那么几只正中红心。这句话请你先牢牢记在心里，因为它会像一条暗线，一路贯穿我们今天的整个倒数，直到第1名才被彻底翻转了它的意义。第9名，横跨30年的体育魔咒。还记得影片开头那个世界杯的传闻吗？现在我们就来亲手揭穿它，同时揭开一个更大的谜。那张疯传的截图来自1997年的一集卡通，画面里确实出现了一场足球赛的广告，对阵的双方是墨西哥和葡萄牙。于是有人一口咬定这就是在预言这一届世界杯的决赛，还煞有介事地说葡萄牙队的当家球星将会捧起那座金杯。可是真相呢？真相是那一集里根本没有提到过2026年，也根本没有出现过世界杯这3个字。那场比赛因为实在太过无聊，看台上的春田镇观众直接暴动掀了场子，到最后连谁输谁赢都没有演出来。更好笑的是，这一模一样的谣言早在上一届、上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就已经流传过一次了，每隔4年就会被人重新翻出来炒作一遍。至于那位被说成会夺冠的球星，在这集卡通播出的那一年，他才只是个12岁的孩子，连国家队的门都还没摸到。所以世界杯这个所谓的预言是假的，是被有心人用截图和拼接硬生生制造出来的一场骗局。但是请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转折，辛普森家庭在体育赛事上还真有过一次货真价实，让全世界的下巴都掉下来的预言。时间回到1992年，这是辛普森真正意义上的第1个预言。在那一集里，小女儿丽莎忽然迷上了预测美式足球的胜负，而且准得出奇。她告诉爸爸河马，如果华盛顿队在超级杯打败水牛城队，他就永远爱他。这一集播出仅仅3天之后，现实中的超级杯决赛，华盛顿队真的击败了水牛城队，编剧们自己都被吓了一大跳。于是隔年重播的时候，他们索性把台词里的队名换成了当年打进决赛的达拉斯队。结果呢，达拉斯队又赢了。连续2年，一部搞笑卡通精准地说中了全美国最盛大的体育赛事的冠军，这已经不是巧合可以轻易打发的了。而这还没完，辛普森家庭甚至还提前了整整1年，隐隐画出了国际足坛内桩震惊全球的贪腐丑闻，那场让足球最高权力机构颜面扫地的世纪大地震。你看，这世上专门预测球赛的预言家向来就不缺。当年那只在世界杯期间靠着吃东西来预测胜负红遍全球的章鱼，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一个是精心伪造的世界杯骗局，一个是无心插柳却连中2年的超级杯奇迹，再加上一个提前预告的足坛丑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全都搅在了一起。这正是辛普森传说最狡猾也最让人上瘾的地方，它逼着我们继续往下追问，那些没有被伪造却依然一一成真的预言到底该怎么解释。第8名，预言了自己主人的那部卡通，这一个简直就像是命运跟所有人开的一个巨大玩笑。1998年，辛普森家庭有一集里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画面上出现了一行字，写着20世纪福斯，一个迪士尼旗下的公司。要知道，福斯
正是制作和播出辛普森家庭的母公司，而迪士尼和福斯在当时是两家彼此独立，甚至还相互竞争的娱乐巨头，让自己的老板被死对头一口吞掉，这在当时听起来就是一个荒唐透顶的段子，是编剧对自家公司高层的一次大胆调侃，甚至可以说是一次挑衅。可是命运偏偏就这么发生了。2019年，迪士尼真的斥资巨款，正式并购了21世纪福斯，一口气把异形、终极战士、小鬼当家以及辛普森家庭本身全都收进了自己的口袋。那个曾经被当成笑话播出的字幕，在整整21年之后变成了白纸黑字盖了章的商业现实。当然，冷静下来想一想，这其实算不上什么神机妙算。迪士尼这头巨兽多年以来一直在疯狂的收购，不断的垄断整个娱乐产业。辛普森的编剧只不过是敏锐地嗅到了这个大趋势，然后把它推到了最极致、最夸张的地步而已。但是你不觉得诡异吗？在所有可能被收购的公司当中，他们偏偏划中了自己头上。这就好像一个人随口说了一句玩笑话，结果这句玩笑话在多年以后真的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这种亲手预言了自己结局的感觉，才是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地方。而这种自己预言自己的荒诞背后，其实还藏着一层更深的隐喻。在一个媒体与资本被少数几家巨头牢牢攥在手里的时代，或许就连我们自以为在自由自在观看着的这一切，都早已被写进了某一个更大的剧本。这个念头我们先按下不表，因为它将会在今天的第1名，以一种更加惊人的方式再一次浮现。第7名，穿越时空的未来科技。如果说前面几个还能勉强用趋势和巧合来解释，那么接下来这一组就开始有点超出常理，甚至超出想象了。我们把时间定格在1995年，那一集讲的是长大成人的丽莎的婚礼，故事把观众一下子带到了15年后的未来。而就在这短短一集里，编剧们塞进了大量对未来的惊人想象。画面中，人们带着一只能够通话的手表，对着自己的手腕开口讲话。要知道，在那个连手机都还是稀罕奢侈品的年代，这个点子近乎天方夜谭。可是10几年之后，能够语音通话的智慧型手表真的摆上了全世界的货架，戴在了无数人的手腕上。不止如此，辛普森家庭在更早的年代就已经画出了人们透过荧幕面对面视讯聊天的场景，而这在今天早已是我们每一天都在做的最平常不过的事。他们甚至还画过一个桥段，一个小混混想在电子记事本上打出一句话，叫另一个小混混去揍一个名叫马丁的同学，结果那台机器把讯息识别的牛头不对马嘴变成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这个对着机器打字却被自动更正功能搞得哭笑不得的窘境，不正是后来我们每一个人在用手机时都曾经历过无数次的日常吗？这个桥段之所以让人拍案叫绝，是因为它精准捕捉到的并不是某一项具体的发明，而是一种属于未来的生活感，那种你我都心领神会，被科技既解放又折磨的微妙处境。要提前几十年就画出一种还根本不存在的生活方式的神髓，这可比单纯猜中一个小发明要难上太多太多了。更夸张的还在后面，辛普森家庭甚至画过人们戴上头盔，整个人沉浸在一个虚拟世界里的画面。许多年之后，当各大科技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虚拟实境头盔时，这一幕又一次被人们惊讶地翻了出来。而编剧对未来的胃口还远远不止于此。在另一集的未来想象里，他们把时间推到了2051年，画面中的丽莎和她的妈妈竟然已经住在了火星上。这听起来还很遥远，可是想想看，今天有多少位坐拥巨富的科技狂人正一门心思的要把人类送上那颗红色的星球。他们甚至还画过悬浮在空中的飞行汽车。一部从上个世纪就开播的老卡通，却像是提前偷看了我们今天乃至几十年之后的生活。这已经不只是扔飞镖那么简单了，这更像是他们的手里早就攥着一份写好的未来说明书。第6名，河马写在黑板上的上帝粒子。现在难度要陡然升级了，因为接下来这个预言
牵涉到的是人类物理学最尖端、最神圣的那座殿堂。有一集讲的是那个又懒又笨，整天只想着喝啤酒的爸爸河马，忽然异想天开，要当一名了不起的大发明家。在他埋头钻研的那一幕，他的身后有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一长串复杂到吓人的数学方程式。这个画面一晃而过，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观众会停下来去在意它。可是许多年以后，有一位专门研究辛普森数学秘密的专家逐字逐句地分析了那道方程式，然后他整个人都惊呆了。他发现河马在黑板上随手写下的那串公式，经过缜密的计算，竟然预测出了一种当时还没有被人类发现的基本粒子的质量。而这种粒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希格斯玻色子，科学家们给它取了一个霸气无比的外号，叫做上帝粒子。它是解释宇宙万物为什么会拥有质量的那一把终极钥匙，是几代最顶尖的科学家穷尽一生都在苦苦追寻的圣杯。你可能会觉得一个粒子的质量听起来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遥远了，可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它，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才得以拥有质量，才不会像光一样永远以光速四散飞逝，永不停留。可以说，没有这个上帝粒子，就不会有恒星，不会有行星，不会有脚下这片大地，不会有你，也不会有我。它是这整个宇宙能够成型的最底层的基石之一。而人类真正用巨型对撞机砸下天文数字般的经费，动用了全球数千名科学家，才最终证实这个上帝粒子确实存在，已经是2012年的事情了。当那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整个物理学界为之沸腾。也就是说，那个满脑子只装着甜甜圈的卡通爸爸，比全世界最聪明的物理学家们硬是提前了10几年，就在自家客厅的一块黑板上写出了那个答案。当然，写下这集剧本的编剧里确实藏着好几位毕业于世界名校、学问极高的数学和物理高手。这串公式是他们刻意埋下的一个极其高级的玩笑。可即便如此，这道信手拈来的方程式竟然能够如此接近真实的物理常数，还是让无数科学家啧啧称奇，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懒汉家里的黑板就这样撞上了宇宙最深处的终极秘密。你说这到底巧不巧？第5名，入主白宫的川普与那个监视你的政府。好了，现在我们要进入所有辛普森预言里最有名也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可以说正是这一个预言把辛普森家庭彻底推上了预言之神的宝座。时间是2000年，那一集讲的是巴特的未来。画面闪回到未来，长大之后的丽莎已经当上了美国历史上的第1位女总统。在一场庄严的内阁会议上，这位总统丽莎轻描淡写地对她的幕僚说了一句话。她说：“我们可是从川普总统的手上接下了这么一个烂得可以的财政烂摊子。请你注意，这是2000年，在那个时候，川普这个名字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还只是一个房地产大亨，一个电视真人秀里插科打诨的明星，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他和白宫，把他和一国元首联系在一起。可是16年后的2016年，唐纳川普真的当选了美国总统，而且更惊人的是，他后来还打破了所有的常规，非连续地再一次赢得了大选，重新住进了白宫。这部卡通不仅精准地说中了他会当总统，甚至还隐隐约约地暗示了他的执政会给整个国家的经济留下一个烫手的烂摊子。那位亲手写下这集剧本的编剧后来在受访时坦白，当年他们之所以这样安排，纯粹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笑。在他们眼中，让善良正直的丽莎去替一个川普式的人物收拾残局，是一种极致的黑色幽默，是对美国政治的一记辛辣讽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纯粹为了搞笑而写下的桥段，最后竟然一字一句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而政治领域的预言还远远不止这一桩。在辛普森的电影版里，当辛普森一家被迫踏上逃亡之路的时候，政府就是靠着窃听全国老百姓的电话和私密对话，才把他们给揪出来的。那个画面里，一整个巨大的房间坐满了政府的工作人员，日以继夜，
不眠不休地监听着普通民众的一举一动。而在这部电影上映的几年之后，一位吹哨人震惊全球的惊天爆料，恰恰证实了政府确实在大规模地监控着自己的公民。除此之外，辛普森还画过投票的机器出错，把选民投给某一位候选人的神圣一票硬生生地继承了对手的票。而在现实的选举当中，也真的一再出现过投票机器离奇跳票的争议。你看，这一个接着一个，还全都是关于权力最阴暗角落的预言。到了这里，你还敢说这一切都只是扔飞镖随手扔中的吗？而让人不寒而栗的，恰恰是这种倾向。你有没有发现，辛普森家庭最让人害怕的那些预言，往往都不是什么欢乐的好事，而全都指向了权力的核心，指向了那些关于监控、关于谎言、关于操弄的最黑暗的角落。仿佛有一支冷静的画笔，早就看穿了这个世界运转的某种残酷规律。这究竟是一群最聪明的编剧对人性和政治最透彻的洞察，还是说真的有什么力量在借他们的手向我们泄露一些我们本不该提前知道的东西？第4名，$9里藏着的911。如果说川普的预言让人由衷惊叹，那么接下来这一个就足以让你感到一阵真正的发自骨子里的寒意，因为它触碰到了现代史上最惨痛、最不忍去提起的那一道伤口。1997年，辛普森家庭有一集，讲的是全家人跑去繁华的纽约市寻找他们被丢在世贸中心的汽车。在那一集里，镜头给到了一本旅游手册，手册上打着一则广告，宣传从外地坐车到纽约只需要$9。而就在那个大大的数字9的旁边，赫然立着2栋世贸双塔的黑色剪影。那2栋高耸入云的塔楼并排站在一起，形状看起来就像是数字11。于是一个数字9加上那2栋形似11的双塔，两者拼在一起，竟然构成了一个让全人类都永远无法忘记的可怕组合911。4年之后的2001年，恐怖分子劫持了满载乘客的客机，撞向了世贸双塔。那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夺走了无数人鲜活的生命，也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此后的走向。而辛普森的这一集，因为大量的画面都围绕着世贸中心展开，甚至还有台词拿双塔开玩笑，所以在惨案发生之后，他被电视台紧急地撤了下来，此后很多年都不敢再重新播出。就连辛普森的灵魂编剧艾尔基恩在面对这个巧合时，也只能无奈地一个劲地直摇头。他承认这个911的巧合实在是太诡异、太奇怪了。他解释说，当初之所以把票价设计成$9，只是因为觉得这么一个低到离谱的价格很好笑。至于广告里为什么要放上双塔的剪影，也只是因为故事就发生在纽约，用纽约最有代表性的地标再自然不过。他反反复复地强调，这真的只是一个纯粹到不能再纯粹的巧合。但是也正是这个谁都无法解释的巧合，催生出了一种让人细思极恐的说法。有人开始坚信，流行文化里那些看似随意的画面，其实根本就不随意，它们是某种被刻意埋下的暗示，是有人在提前为未来即将发生的事件打一剂预防针，是一种把未来悄悄植入千万人潜意识深处的隐秘手段。这种论调的信徒坚信，那些掌握着权力的人会透过电影、透过卡通、透过音乐，把未来的剧本一点一滴喂进大众的脑海，好让真正的大事在某一天降临的时候，人们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做好了接受的准备，既不会反抗，也不会惊慌。这种说法有一个专门的名字，而我现在先卖个关子，暂时不揭晓它。因为这个名字正是我们今天一步步走向第1名那个终极真相的一把最关键的钥匙。第3名，两大先知对2026年下的判词。聊完了黄皮肤的卡通，我们现在要把目光转向2位真正活在历史长河里的预言大师。因为当我们谈论全世界最惊人的预言时，永远绕不开这2个名字。第一位是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诺斯特拉达姆斯，他在将近500年前写下的那些晦涩难懂的诗句，被信徒们认为预言了伦敦大火，
预言了法国大革命，甚至预言了希特勒的崛起。而如今，人把他诗集里编号为第26的那些段落，通通拿来对照2026年这一年，他们从中读出了什么？他们读出了一场将席卷7个月的漫长大战，读出了一位伟人将被闪电当头击倒，而这被解读成某位重要人物的陨落，或是一场撼动整个政权的巨变。他还写过一句：蜂群将在夜里涌起。信徒们把这里的蜜蜂解读成世界上呼风唤雨的强权领袖。更精确的是，他甚至写下了瑞士南部那个叫做提契诺的地方将会血流成河，让人不禁猜测那里会不会爆发一场惨烈的冲突。而恰恰就在2026年，欧洲的上空还将出现一场27年来的首次日全食，这更是给了信徒们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把天狗食日和诸多末日的诗句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不止如此，还有人从他那些古老的诗行里读出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无人机大战，说未来的天空将被成群结队的铁鸟遮蔽得暗无天日。还有人读出了这样一句：他们将为君王与王侯铸造偶像。于是有人立刻联想到，就在这一年，某些呼风唤雨的政治强人会不会真的被自己狂热的追随者捧上一个近乎神明的高位？每一句诗都晦涩难解，像一团化不开的迷雾，可每一句却又都好像正在被今天的一条条新闻头条一点一点地验证。这就是诺斯特拉达姆斯能让全世界痴迷了将近500年的可怕魔力。第二位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巴巴万加，他对2026年的预言一条比一条惊人。他的追随者说，这一年人类将迎来与外星文明的第一次正式接触，甚至还有一个相当具体的说法，说会有一个庞然大物在今年的某个时刻从天而降。他说这一年人工智慧将开始全面主宰人类社会的各个关键领域，带来的不只是无数工作岗位的消失，更是一层又一层深刻的伦理难题。他说这一年地球上7%到8%的陆地将被剧烈的地震、火山的喷发以及种种极端的天气所无情肆虐。他还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对抗会进一步的剧烈升级，把整个世界推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不过，他的预言倒也不全然都是黑暗。信徒们相信，就在这一年，人类在癌症的早期侦测与治疗上将迎来一次意义重大的医学飞跃。至于他对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其实早就给出了一个遥远的令人安心的答案。他说，这个世界要一直到5079年才会真正走向终结。除此之外，他的信徒们还把一连串骇人听闻的说法挂在了他的名下。有人说，他预言了欧洲这片古老的大陆将在无尽的动荡中走向瓦解，甚至消失。有人说，他预言了人类将开始从遥远的金星上汲取能源。这些说法一个比一个耸动，在网络上疯狂地流传着，也让2026年这一整年蒙上了一层越来越浓、越来越化不开的不安的阴影。当然，这两位先知的预言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特点，那就是含糊。诺斯特拉达姆斯从来没有在他的任何一首诗里明确写下过任何一个具体的年份。所谓的第26段对应2026年，不过是后人自己套上去的一场数字游戏罢了。而巴巴万加的预言也大多都没有精确的时间和地点。批评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切靠的都是一种心理现象，叫做确认偏误。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事情已经真真切切发生之后，才回过头去把某一句原本模棱两可的话硬生生地解读成早就预言到了。你想想看，一句话如果模糊到可以套用在任何一场战争、任何一位领袖、任何一次天灾的头上，那么它注定迟早会被某一件真实发生的事给对上号。这和辛普森的那个扔飞镖理论说到底其实是同一回事。飞镖扔得够多，靶子画得够大，命中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可是就在巴巴万加那条外星访客的预言旁边，却真的发生了一件让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倒吸一口凉气，
屏住呼吸的大事。而这件事把我们一把带向了惊人的第二名。第二名，那位造访太阳系的星际来客，这一次不再是卡通，也不再是古老的诗篇，这一次是一个真真切切存在的，被全世界最顶尖的望远镜反复观测，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记录在科学论文里的天体。就在过去这1年多的时间里，一位来自遥远星系之外的访客悄无声息地闯进了我们的太阳系。天文学家给他编号为 3I 并用，发现他的那个巡天计划叫他阿特拉斯。他是人类有史以来继2017年和2019年先后造访的2位访客之后，第3个被确认的来自太阳系之外的星际天体。他从我们绝对想象不到的宇宙深处飞来，绕过了太阳，掠过了木星，如今正以每小时超过20万公里的惊人速度加速离去，永远地，永远地不再回头。让我把它的行程说得再清楚一些。早在2025年的年中，地面上的望远镜就第一次捕捉到了它模糊的身影。到了那一年的秋末，它抵达了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被太阳的烈焰狠狠炙烤，喷出了一条长长的闪亮的彗尾。而到了2026年的春天，它又与那颗巨大的木星擦肩而过，然后头也不回地朝着太阳系的边缘飞去。要知道，在人类的整部历史当中，这样来自星系之外的访客，过去只被我们亲眼见到过2次而已。而其中的第1位访客，当年就曾经因为他那怪异得不像天然物体的形状和那股无法解释的神秘加速，在全世界引发过一场它到底是不是外星飞船的轩然大波，连哈佛的顶尖学者都为此争得面红耳赤。如今，这第3位访客的到来，自然又一次点燃了所有人心底那个关于外星文明的古老而炽热的念想。它为什么如此惊人？首先，科学家推算，它的年龄可能高达大约100亿年，比我们的太阳，比我们整个太阳系都还要古老得多。它是一块来自宇宙洪荒时代的远古的冰封遗物，它身上冻结着的是一个比我们的家园更加久远、更加陌生的世界的秘密。其次，也是最让人浮想联翩的一点，哈佛大学那位以大胆敢言著称的天文学家罗布指出，这位访客的飞行轨迹实在是太过巧合了，他几乎精准地贴着太阳系所有行星运行的那个平面在飞行，而这种恰好对齐的几率低到只有大约2/1000。罗布甚至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他说，这样的轨迹看起来就像是被某个人事先精心规划好的。他还一口气列举出这位神秘访客身上多达20几条无法用常理去解释的反常之处，其中包括他那不符合重力规律的离奇加速，以及他体内那些奇特的人类前所未见的物质成分。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的太空船能追上他，简直可以在他身上搭一趟免费的顺风车，飞向那无垠的星际。更奇特的是，科学家还在他的身上发现了一种含量高的异乎寻常的重水，那是一种比我们太阳系里常见的水还要沉重的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孕育出这位访客的那个遥远世界很可能比我们的太阳系还要更加寒冷，更加古老，更加难以想象。它是从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角落，带着满身的谜团一路飞到了我们的眼前，被人事先规划好的。你听听这句话，这不正好隐隐呼应了88万加那条庞然大物从天而降的外星预言吗？但是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另外一半的真相。为了验证这位访客到底是不是一艘外星飞船，科学家们动用了专门搜寻外星文明的巨型阵列望远镜，对着它足足扫描了超过7个小时，一口气筛查了将近7400万个无线电讯号。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一丝属于科技文明的信号。在那将近7400万个讯号当中，绝大部分一眼就能认出是人类自己制造的干扰。经过一轮又一轮严苛的过滤之后，最后只剩下大约200个需要人工去仔细审视。而这剩下的200个一度看起来可疑的讯号，在层层追查之后，最终也全都被证明
来自地球自己，来自我们头顶那些绕着地球飞的人造卫星。主流的科学界给出了一个冷静而审慎的结论，它就是一颗天然的彗星，它身上那些看似奇特的化学成分，全都能够用自然的物理过程一一解释清楚。所以你看，这又是一次惊人的巧合，撞上了理性的解释。天平的一边是它2/1000的诡异轨迹和那句像是被规划好的惊叹，天平的另一边是7400万个讯号里找不到任何一丝文明的痕迹。它到底是宇宙随机抛来的一块冰冷石头，还是某个更宏大的意志向我们投递的一封无声的信？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你一个100%的答案。它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又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只给我们留下了满天的问号。而正是这满天的问号，逼着我们去思考今天的第一名，那个能够彻底颠覆你我一切认知的终极的可能。第一名，预言从来就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书写未来。现在我们终于一步一步走到了这里，请你深深地吸一口气，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很可能会让你重新看待你此刻正身处的这整个世界。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线索在脑海里重新串一遍。辛普森家庭那些扔飞镖扔中的巧合，川普、911、上帝粒子、88万加和诺斯特拉达姆斯，那些含糊却又屡屡应验的判词，还有那颗诡计诡异仿佛被人规划好的星际访客。当我们把这些东西统统摆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令人极度不安的问题浮出了水面。我们一直以来是不是都问错了问题？我们总是在问这些预言是怎么看见未来的，但也许我们真正该问的是，这些预言会不会根本就是在制造未来？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只是把几个字换了换顺序，可它背后的分量却有着天壤之别。预测未来意味着未来早就被写定了，而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坐在台下的被动的观众，眼睁睁看着剧情一幕一幕的上演。可制造未来却意味着这些卡通、这些预言、这些被反复传颂的故事正在主动的亲手参与到现实的塑造当中。前者是冰冷的宿命，让人无能为力，而后者却是一股我们几乎从未察觉却又无比真实、无比强大的力量。而如果真的是后者，那么一个更深的问题就冒了出来，那个握着画笔决定要把哪些念头一颗颗种进我们脑海的人，到底又是谁呢？还记得我在第4名卖的那个关子吗？那个把未来悄悄植入大众潜意识的说法，它的核心思想是这样的：当一个念头透过一部风靡全球的卡通，或是一句流传千年的预言，被反反复复的一遍又一遍的深深种进亿万人的脑海里之后，这个念头本身就会开始拥有一种真实的力量，它会悄悄影响人们的期待，影响人们的选择，影响人们心底最深处的恐惧与冲动。而当足够多的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去期待、去行动的时候，那个原本只是凭空虚构的念头，就有可能真的把自己变成现实。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你越是相信某一件事一定会发生，你就越会不自觉地用你自己的一言一行亲手把它变成真的。这种力量一点都不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一则谣言说某家银行快要倒闭了，于是所有储户都吓坏了，争先恐后地跑去把钱全部提光。结果呢？结果这家原本好端端的银行真的就在这股恐慌的挤兑之下轰然倒闭了。你看，是那句预言亲手造成了他所预言的结局。所以这里就藏着一个最让人不安的真相，哪怕辛普森家庭，哪怕那些先知留下的所有预言，通通都只是巧合，都只是我们这颗大脑在一片杂讯里看出的幻觉。可是只要有够多的人真心相信了他们，这些预言就依然能够实实在在地反过来塑造我们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预言究竟是真是假，也许根本就不那么重要了。
真正重要的是，有多少人选择了去相信它，而相信本身就是一种足以悄悄改变整个世界的可怕力量。如果是这样，那么辛普森家庭就不再只是一个先知了，它更像是一个播种者。他把一颗又一颗关于未来的种子撒进了我们共同的集体意识，而我们这几十亿人就在浑然不觉之中一起把这些种子浇灌成了一棵棵参天的大树。预言不是在描述那条早已注定的道路，预言是在我们所有人的脚下悄悄地一寸一寸地铺设出一条全新的道路。而如果你以为这已经够颠覆了，那么请你握紧你的扶手，因为还有一个更深也更黑暗的版本。这些年，越来越多站在人类科技最前沿的顶尖人物开始一本正经地讨论一个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的想法。他们说，我们所身处的这整个宇宙，我们的一草一木，我们的喜怒哀乐，会不会根本就是一场由更高等的文明所运行的超级模拟，一个被精心编写出来的庞大的城市。有一位知名的哲学家早在许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推论，他冷静地论证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其实只有3种可能，而这3种必定有一种是真的。第一种是所有的文明都会在发展出这种强大的模拟技术之前就先一步走向灭亡。第二种是那些足够先进的文明，出于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根本就没有任何兴趣去模拟他们自己那早已逝去的过去。而第3种也是最令人脊背发凉的一种，那就是我们几乎必然就活在这样的一场模拟之中。你仔细想想这个逻辑，只要文明没有灭绝，只要他们愿意去模拟，那么被模拟出来的虚拟世界就会多到无法计数，成千上万，而那个真实的世界却永远只有孤零零的一个。那么请问你我此时此刻又凭什么敢如此笃定地断言自己就活在那唯一真实的一个里面，而不是那成千上万个被程式码编织出来的幻影当中呢？而那位打造火箭和电动车的科技巨头更是直言不讳，他说，我们活在真实世界里的几率可能只有几十亿分之一。他的理由很简单，你看看，短短几十年前，电子游戏还只是荧幕上2条白线加一个小点，而今天游戏画面已经逼真到几乎能够以假乱真。如果技术还会这样一直进步下去，那么未来的模拟和真实还分得清吗？其实这个想法早就悄悄藏在了我们的流行文化里。那一部风靡全球的著名电影讲的不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吗？人类全都活在一个由机器精心编织出来的虚假的世界之中，却对此一无所知。而在严肃的科学界，也有另一位顶尖的天体物理学家公开坦言，他认为我们活在模拟里的几率和活在真实里的几率几乎就是一半一半，5-5开。他甚至说自己实在想不出任何一个强而有力的理由去反驳这个想法。当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那一批头脑都开始一本正经地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还笑得出来吗？如果这个疯狂的猜想是真的，那么今天的一切就全都说得通了。辛普森的编剧为什么会屡屡说中未来？因为在一个早就被书写好的剧本里，未来本来就是被写下来的，偶尔有那么几行对白提前泄露了出去，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911那个$9million的画面，那颗星际访客那条被规划好的轨迹，那些先知含糊却又精准的判词，会不会都只是这一串庞大程式码里不小心暴露出来的几行注解，是这个模拟世界偶尔闪现的一丝小小的破绽？讲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我们东方2000多年前的一个古老故事。那位叫做庄周的哲人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等他醒来之后，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他不知道究竟是他做了一场梦变成了蝴蝶，还是那只蝴蝶此刻正在做着一场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他。你看，关于我们
是否活在一场梦里，一场幻象里，一场剧本里的这个终极追问，我们的祖先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亲口问过了。所以，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辛普森家庭究竟是如何操控未来的？也许真正的答案是，他从来就没有操控过未来。也许是我们所有人连同这些预言、这些故事、这些恐惧与期待一起被写进了某一个我们永远也看不见的剧本里。我们以为是我们在看一部卡通预言了现实，可到头来会不会是我们自己才是那一部正在被人默默播放着的卡通？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实在是太疯狂了。冷静的科学家会告诉你，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才是最正确的解释。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超级模拟，没有什么隐藏的剧本，有的只是在漫长的无法想象的岁月里，海量巧合的自然堆积，是我们这颗天生就爱讲故事的大脑一厢情愿地在一片随机的杂讯里看见了本不存在的意义。心理学家给我们这种根深蒂固的倾向也取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空想性错视。说的再白一点，就是我们这颗大脑实在太擅长，也太热衷于在一堆毫无意义的杂乱当中，硬要找出一个规律，一张面孔，一个完整的故事。从天上的云朵里看出奔跑的动物，从皎洁的月亮上看出捣药的玉兔，从一连串随机的巧合里看出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这正是我们这个物种早就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本能。所以这个听起来一点都不浪漫的解释，很可能才是最接近真相的那一个。可是最接近真相并不等于就一定是真相。科学能够告诉我们某一件事发生的几率究竟有多低，却永远也无法100%的把那一扇通往未知的大门彻底的关死。而恰恰就是在那道永远也关不死的门缝里透进来的那一丝微光，才是这整个世界最迷人也最让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但是今晚当你关掉荧幕，抬起头望向窗外那一片深邃夜空的时候，也许你会忍不住想起那颗已经远去的星际访客，想起那句像是被人规划好的低语。你会忍不住去想，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梦，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剧本，那么那个握着画笔在暗中书写着这一切的人究竟是谁？而他又为我们写好了一个怎样的结局？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美国中年男人，在1992年曾经对着收音机用非常平静的语气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这个世界其实是一座早就写好剧本的舞台，而我们绝大多数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只是这出大戏里的临时演员，忙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却从来没有翻开过那本剧本的封面。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说，我曾经翻开过。他翻开剧本，不是因为他是先知，也不是因为他会通灵算命，而是因为很多年以前，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美国海军制服，在一个本不该由他这种小人物打开的保密档案里，无意中读到了其中的几页。9年之后，他死了，而他的死法和他很多年前就亲口说过的几乎一模一样。最诡异的是，他当年描述过的那几页剧本，如今在2026年的今天，正一页一页慢慢变成我们每个人眼前的现实。他的名字叫做米尔顿·威廉·库柏，大家更习惯叫他比尔·库柏。今天我们就试着把这个男人当年读过的那几页所谓的世界剧本重新一页一页翻开，摊在你面前。看完之后，是觉得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还是觉得后背阵阵发凉？你自己决定。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说清楚一件事，今天这个故事注定会充满争议，因为它的主角是一个被一部分人当成圣人，又被另一部分人当成骗子的男人，所以我不会要求你去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恰恰相反，我反而希望你带着最大的怀疑，跟我一起把这个男人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一遍。
因为这个故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它到底准不准，而是当我们把它那套几十年前的说法和今天这个越来越让人看不懂的世界放在一起对照时，我们会被逼着去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又有多少是别人替我们悄悄安排好的？我们先把时间倒回去。比尔·库柏出生在1943年，一个标准的美国军人家庭。他从小跟着当空军的父亲，在世界各地的基地之间搬来搬去。长大以后，他很自然的也穿上了军装，先是进了空军，后来转到海军，还在越战期间上过战场，在巡逻艇和潜艇上服役。这是一个在体制里泡大的人，他懂得服从，懂得保密，也懂得什么叫做命令。换句话说，他绝对不是那种一开始就站在体制对立面的反骨之人，恰恰相反，他曾经是这台庞大机器里一颗忠诚的螺丝钉。而越战的经历，据说在他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那是一场让无数美国年轻人对自己的政府第一次产生巨大怀疑的战争。一个曾经坚信自己在保家卫国的军人，亲眼看到了战场上的种种，再回过头去重新打量他效忠的这个体制，那种信念的崩塌是会把一个人彻底改变的。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比尔·库柏内心的转变到底是从哪一刻开始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他最终决定要把矛头对准他曾经效忠的一切时，他非常清楚自己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几乎是亲手把自己从一个体制内的人变成了一个被体制追杀的人，而真正改变他一生的是他后来的一个职务。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曾经被调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情报简报小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负责把最高机密的情报整理好，呈报给舰队最高指挥官过目的那一小撮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大量盖着最高机密戳记的文件会从他的手上经过，而他声称正是在这个位置上，在1970年代初，他看见了一些东西，一些远远超出一个普通军官权限，也远远超出他心理承受能力的东西。他说，那些文件里有关于不明飞行物的绝密报告，有关于外星接触的记录，更有一份份关于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未来几十年要怎么走的详细计划。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无意中走进了放映室的观众，提前看到了整部电影的结局。从那一刻起，他说，他就再也没办法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再也没办法像从前一样安稳地活下去了。当然，这只是他单方面的说法，没有任何一份解密档案能够100%证实他真的看过这些东西。这一点我们先牢牢记在心里，后面会专门回过头来讲。但无论真假，这个故事的种子就这样埋下了。一个自称读过剧本的人决定要把剧本的内容喊给全世界听。那么他到底声称自己看到了什么？这部分恰好是这个男人最早成名，后来却又让他最受争议的地方。在踏入秘密政府这个主题之前，比尔·库柏其实是靠着不明飞行物，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幽浮这个话题闯出名号的。在1980年代末，他开始公开宣称，美国政府不仅早就知道外星人的存在，甚至还和某些外星文明签订过秘密协议。他描述的版本今天听起来简直像一部好莱坞大片。他说，有一个极度机密的小组，专门负责处理外星事务。他说，在内华达州的沙漠深处，有一个被外界称为51区的秘密基地，那里进行着最不可告人的研究。他甚至把外星人的种类、飞碟的型号、坠毁和回收的细节都讲得绘声绘影。在那个还没有网络资讯极度封闭的年代，这些说法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整个幽浮爱好者的圈子。可以说，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幽浮传说的母题源头都和这个男人脱不了关系。但这里又得补上极为重要的一笔，比尔·库柏关于外星人的这套说法后来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连幽浮研究圈子内部都有很多人不买账。更关键的是，到了1990年代之后，比尔·库柏自己的态度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他开始公开表示，他怀疑当年那些关于外星人的文件本身就是政府故意放出来的假情报。他认为
那个目的是用一个更耸动的外星威胁来掩盖他们真正在进行的那场针对全人类的地面上的控制计划。换句话说，这个男人亲手推翻了自己早年赖以成名的那套故事。你说他到底是越来越清醒，还是越来越混乱？这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到了1988年，比尔·库柏说他再也忍不住了，因为他发现当年在文件里看到的那些计划正在一件一件按照时间表发生。于是他开始到处演讲，开始上各种电台节目，像个传教士一样，逢人就讲他所知道的内幕。一开始大家都把他当成怪人，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被他那种斩钉截铁的语气吸引。他从来不说也许，不说大概，他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一样又狠又准地敲进听众的脑子里。真正让他一炮而红的是1991年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取自圣经启示录里最恐怖的一段。启示录里说，当第4个封印被揭开，一匹灰白色的马就会出现，骑在马背上的名字叫做死亡，阴间也跟随着他。比尔·库柏就用这匹苍白的死亡之马给自己的书命了名，我们姑且把它叫做苍白骑士。光是这个书名就已经把他想要传达的那种末日感铺满了整个封面。在那本书出版之后，比尔·库柏并没有停下来，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疯狂的事，他开了一档每天深夜播出的短波广播节目。短波是什么概念？那是一种可以跨越国界传到地球另一端的老式无线电。每天当大半个美国都已经睡下，比尔·库柏就会坐到麦克风前，用他那把带着军人威严的低沉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对着那些在黑暗中收听的人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他把他的听众称为自由人，反复地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醒过来，做一个能够自己思考、自己做主的人。那档节目在很多老听众的记忆里成了一个时代深夜里的某种精神图腾，而那本苍白骑士后来变成了一个地下传奇。它从来不是什么登上畅销榜的体面读物，但它的影响力却像地下水一样悄悄渗透进了美国社会的每一道裂缝。它在嘻哈圈里被一代又一代的饶舌歌手反复引用，它在监狱里被囚犯们翻到书页脱落，他在无数个深夜的车库和地下室里被一群相信自己看穿了世界的人当成圣经一样传阅。可以说，今天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大半套关于秘密政府的说法，源头都能追到这本书上。也正因为影响力这么大，这本书的传播其实还带着一段相当黑暗的尾巴。在1990年代，那个美国民间武装团体兴起的年代，苍白骑士成了许多反政府人士的精神读物。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后来制造了奥克拉荷马市爆炸案，那场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亡的本土恐怖攻击的凶手，据说也曾经四处兜售和推荐这本书。一本书可以唤醒一个人的警觉，也可以喂养一个人的偏执，甚至可能成为点燃灾难的火星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聊这本书的时候，必须时时刻刻保持一份清醒和距离。说到比尔·库柏的同行，这里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在那个年代，美国还有另一个非常有名的靠揭露阴谋起家的广播主持人。有趣的是，比尔·库柏一点都看不上这位同行，他公开批评对方是一个只会贩卖恐惧，靠着耸人听闻来博取关注的人。他觉得真正的觉醒是要冷静地基于证据地去思考，而不是整天把听众吓得魂不附体。这场两位阴谋论大师之间的隔空互呛，至今还被很多老听众津津乐道。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即便在这个圈子内部，对于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表演，也从来没有过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比尔·库柏想告诉你的就是，你以为的这个世界是假的。他说，真正的历史并不是由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些总统、那些选举、那些政党在推动的，真正在背后下棋的是一小撮你永远不会在选票上看到名字的人，一个跨越国界、凌驾于所有政治分歧之上的秘密圈子。比尔·库柏最喜欢用的比喻就是下棋。他说，普通人看政治
看到的是棋盘上你来我往的热闹。今天这个党赢了，明天那个党输了，大家为了支持哪一边吵得面红耳赤。可在那一小撮真正的棋手眼里，棋盘两边的棋子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左边也好，右边也好，红的也好，蓝的也好，全都是他们手里用来推进局势的工具。为了赢得整盘大棋，牺牲掉几枚棋子，制造几场混乱，甚至挑起几场战争，在他们看来都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战术。而这盘大棋最终要走向哪里，比尔库柏给出了一个让无数人闻之色变的词：新世界秩序。他说，这一小撮人真正的目标是要一步一步瓦解掉所有国家的主权，废掉所有国家的边界，最后把全人类整合进一个单一的由他们掌控的全球政府之下。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国家，没有公民，只有被管理的人口和被分配的资源。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套标准的阴谋论吗？没错，这就是阴谋论。但比尔库柏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不只是空口说白话，他在书里塞进了大量他声称是证据的东西，各种条约，各种誓词，各种他说是从机密文件里抄出来的计划片段。他像一个偏执的拼图玩家，把成千上万块看似毫不相干的碎片硬是拼凑成了一幅完整的指向同一个方向的图画。而这幅图画的震撼力恰恰来自于它的完整，它让你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上所有让你困惑的事情背后都连着同一根线。比尔库柏的拼图里有一些是他招牌式的极度大胆的具体指控，比如关于甘乃迪总统遇刺这件20世纪最大的悬案，比尔库柏就提出过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说法。他声称真正开枪打死甘乃迪的根本不是那个众所周知的凶手，而是另有其人，甚至牵扯进了那场巨大的秘密。这个说法后来被大量的影像和证据反复检验，最终被广泛认定是站不住脚的。但你必须承认，这种把所有最大的谜团全都接到同一张网上的本事，正是比尔库柏最迷人也最危险的地方。他总能给你一个简单到极致的答案，去解释这个复杂到让人绝望的世界。如果你真的翻开这本厚厚的苍白骑士，你会发现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没有边界的迷宫。他从一声警告开始，比尔库柏一上来就告诉读者，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谎言，这个国家正在沉睡中一步步走向被奴役的深渊。接着他带着你穿过一个又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主题，从秘密社团的历史到他声称的各种古老条约，从联邦政府的紧急权力到他眼中那个早已被掏空的宪法，再到后面话题又突然一转，从地面上的阴谋飞向了天上的飞碟，钻进了沙漠里的秘密基地。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也是它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它拒绝把任何事情分开来看。在比尔库柏的世界里，金融、战争、法律、媒体、科学、疾病、毒品，还有外星人，全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是同一台巨大机器上环环相扣的齿轮。它告诉你，你之所以觉得这个世界混乱，看不懂，恰恰是因为有人故意要让你看不懂。而只要你接受了它这套框架，你就会觉得，原来世界上所有的不幸和荒谬背后都藏着一个冷酷而清晰的设计。这种感觉对于一个在现实里感到无力的人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在这幅大拼图里，有一块碎片，是整本书最让人毛骨悚然的部分，它的名字叫做无声武器，寂静战争。比尔库柏说，这份文件的来历非常离奇，据说是有人在1986年从一场军方的旧货拍卖会上买回了一台二手的影印机，结果在拆解整理这台机器的时候，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份夹着的，看起来像是最高机密的文件。这份文件自称是一份内部的城市设计手册，他一开头就写了一句让人寒毛直竖的话。他说，这份文件标志着第3次世界大战的开战25周年，而这场大战被称为寂静的战争。它不是用坦克和飞弹打的，而是用一种看不见的无声的武器在打。那么这种无声的武器到底是什么？答案是数据、资讯、经济还有心理。
这份文件的核心思想放在1950几年那个年代，简直像天方夜谭。他说，一群掌权者很早就意识到，如果能够收集到一个社会里所有人每时每刻都在变动的经济资讯，比如你买了什么，花了多少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那么只要有一台足够强大的电脑，就能把整个社会当成一个电路来计算。你可以预测这群人下一步会怎么想，怎么做，甚至可以悄悄地把整个社会推向一个你预设好的方向，而被推动的人自始至终都毫无察觉。文件里甚至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当这一切就绪，掌权者就可以用按一个按钮的方式来控制整个世界。请你记住这句话。在1992年，当比尔·库柏在收音机里念出这段文字的时候，绝大多数听众的反应是哈哈大笑。一台影印机里调出来的鬼话，用一台电脑控制全世界，这听起来就像三流的科幻小说。可是，朋友，请你回到2026年的今天，回头看看你口袋里那台手机，看看那些比你还了解你自己的演算法，看看那些根据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停留，精准推送给你的内容，然后再回头读一遍那句话，用按一个按钮的方式控制整个世界，你还笑得出来吗？这份所谓的无声武器手册还有一个更阴险的细节，特别值得拿出来说。他声称要控制一个社会，最难计算的其实是普通家庭的消费行为，因为人心善变，难以预测。于是，这套理论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去收集每一个家庭的数据，去摸清你的喜好、你的习惯、你的恐惧，直到能够精准的预测，并且引导你的每一个选择。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这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那套围绕着我们每个人打转的庞大的数据和广告产业？30多年前一份来历不明的文件，竟然像是给今天的世界画了一张草图。而把这套理论串起来的核心套路，比尔·库柏反复地强调，就是制造问题，再提供解决方案。他说，掌权者真正的手法，从来不是直接把你想要的东西抢走，而是先亲手制造一场危机，一场混乱，一场让你恐惧到极点的灾难，然后静静地等待，等待你在恐慌之中自己跑出来，哭着喊着，求他们给你一个解决办法。这时候，他们在不慌不忙地端出那个他们从一开始就准备好的方案，而那个方案的代价，往往就是你的某一部分自由。你不但不会反抗，反而会对拯救了你的他们感激涕零。在比尔·库柏看来，这才是整个世界剧本里被使用的最频繁也最有效的一招。在《苍白骑士》这本书里，比尔·库柏还花了大量篇幅去描述他所谓的这个国家内部早就准备好的一套用来对付自己人民的机器。他指着一些跟国家紧急状态有关的法案，指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声称在国家紧急状态这个冠冕堂皇的名义底下，藏着一套可以用来拘押异议者、终止宪法权力的隐秘架构。他说，这套机器平时就像沉睡一样，静静地躺着，只等着一场足够大的危机降临，就会被唤醒。我必须说清楚，他这部分的很多具体指控后来都被证明是夸大甚至是错误的解读，但他真正想戳中的那个恐惧却意外的经久不衰，那就是当一个社会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下，人们会多么轻易的为了一点点暂时的安全感，亲手交出自己最宝贵的自由。不过，真正把比尔·库柏从一个地下怪咖推上神坛的，并不是这些听起来缥缈的理论，而是一件具体到了极点，也残酷到了极点的事情。让我们把镜头对准2001年的6月28日那天晚上，比尔·库柏一如往常主持着他那档深夜广播节目。每天深夜，他都会透过短波电台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听众说话。可那天，他的语气异常凝重，他对着麦克风向所有正在收听的人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你们要做好准备，一场巨大的攻击就要来了。然后他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次播放的话。他说，这场攻击发生之后，他们会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一个叫做宾拉登的人身上。但是他几乎是在嘶吼。他说，你们千万不要相信，那不会是宾拉登干的，
那会是那些躲在新世界秩序背后的人自己一手策划的。说这段话的时候是2001年的6月底，75天之后，也就是那一年的9月11日，两架民航客机撞向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整个世界在电视直播里看着那两栋摩天大楼轰然倒塌，而在接下来的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几乎是立刻一个名字就占据了全世界所有的新闻头条，那个名字就是奥萨马·宾拉登。你能想象当时那些听过比尔·库柏6月底警告的听众是什么感受吗？他们眼睁睁看着1个多月前还被当成疯话的预言，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分毫不差地变成了现实。从那天起，比尔·库柏这个名字在很多人心里就从一个喋喋不休的阴谋论者变成了一个真正读过剧本的先知。911之后的那段日子，比尔·库柏的节目迎来了他生命中最后也是最疯狂的一段高峰。无数在巨大恐慌和困惑中的人疯狂地涌向他的广播，想从这个仿佛早已知道一切的男人嘴里听到一个解释。他在节目里连续多日试图去拆解他所认为的那场灾难背后的真相。他的声音透过短波电台传向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阔的地方。然而他大概也隐隐地感觉到，当他站到聚光灯最中央的那一刻，他先前为自己预言的那个结局也正在一步一步向他走来。当然，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必须要保持冷静，把另外一面也讲清楚，因为事情很可能没有那么神。对这件事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比尔·库柏发出警告的那个时间点其实是有原因的。就在那之前不久，也就是2001年6月下旬，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已经出现了不少关于宾拉登扬言要对美国发动袭击的报道。换句话说，宾拉登这个名字会跟一场大攻击挂上钩，在当时的新闻圈里并不是什么绝对的秘密。所以怀疑者认为，比尔·库柏与其说是预知了未来，不如说是凭着他多年的经验和敏锐的嗅觉，对着当时的新闻线索做了一次非常大胆也非常精准的推理。而且关于911是一场自导自演的内部行动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流传极广却被历次官方调查反复否定的阴谋论。我们在这里复述比尔·库柏的原话，是为了还原这个故事的全貌，并不代表这个说法就是事实，请你务必把这一点分得清清楚楚。但即便如此，有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抹去的，那就是在那场灾难真正发生之前，这个男人确确实实当着成千上万听众的面喊出了那个名字。这份在时间线上的精准，无论你如何解释，都足够让人在某个深夜里反复回味，久久无法入睡。而比尔·库柏的传奇还有更诡异的一笔，因为他不只预言了那场攻击，他还预言了自己的结局。早在很多年前，比尔·库柏就不止一次地对听众说过，他知道自己会怎么死。他说，他们不会在白天光明正大地来抓他，他们会在某个深夜悄悄地摸到他位于山坡上的家门口，然后把他当场打死。他把这个画面描述得清清楚楚，仿佛他早就亲眼看过了这一幕。在这之前，比尔·库柏的麻烦其实已经缠身。1998年，他因为逃税的指控被司法部盯上，法院签发了逮捕令。到了2000年，他甚至被美国法警局列为了重点通缉的逃犯之一。比尔·库柏本人坚信，这一切都是当时的政府和税务部门因为他说的太多而对他展开的政治迫害。他躲进了亚利桑那州一个偏僻的小镇，名叫伊格的地方，在山坡上的家里过着高度警戒的生活。2001年11月5日的深夜，将近午夜时分，阿帕契郡警长办公室的几名副警长来到了他家附近。根据事后的说法，这些警员开着没有标志的车辆，没有穿制服，在他家门外的一处路口制造动静。比尔·库柏听到声音，走出家门查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不同的说法里有着不同的版本，但结果是确定的。双方爆发了冲突，枪声响起，一名副警长中枪受伤，而比尔·库柏在那一夜永远地失去了生命。死亡证明上记载的日期是11月6日。他死的方式，几名警员深夜在他自家门口的山坡上
和他多年前亲口描述的几乎分毫不差。对于他的追随者来说，这已经不只是巧合了。这是一个读剧本的人，最终连自己被剧本写好的退场方式都一字不差地说中了。而对于官方来说，这只是一次因为拒捕而导致的不幸的执法冲突。同样一件事，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这几乎成了比尔·库柏这个人留给世界的最完美的隐喻。在他死后，他的追随者们把他奉为一位为了真相而献身的烈士。他们说，这个男人因为知道的太多，说的太多，最终被他毕生对抗的那股力量给消灭了。他的广播录音，他的演讲片段，在他死后的20多年里，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他们被一遍又一遍地上传、剪辑、传播。每当一个新的时代危机来临时，他们又会被重新挖出来，配上新的标题，获得新的一批信徒。可以说，比尔·库柏这个人虽然死了，但比尔·库柏这个符号却像他口中那个剧本一样，拥有了自己顽强的、不肯谢幕的生命。好了，铺垫到这里，我们终于要回到今天这支影片最核心的问题。这个在1992年就自称读过剧本的男人到底说了什么，会让今天2026年的我们感到如此不安？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在2026年，这个沉寂了20多年的名字会再一次被人们从故纸堆里翻出来，传遍整个网络？答案或许很简单，因为他当年描述的那几页剧本里，有好几页恰好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时被翻开了。人工智慧的爆发让那一页关于人类扮演上帝的描述突然有了重量。各国对数位货币、对数位身份的讨论，让那一页关于买卖权柄的解读突然有了轮廓。而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离不开的那块发光荧幕，更是让那一页关于分心和控制的预言变得无比真切。一个说对了一件事的人是巧合，一个在30多年前同时描述了好几件如今正在发生的事的人，就足以让人在深夜里反复的睡不着觉了。接下来，我就带你一条一条看看他当年描述的那几页剧本。第一页也是最核心的一页，叫做剧本本身。比尔·库柏最惊人的观点，其实不是预言某一件具体的灾难，而是他指出，那些掌权者是在照着一个剧本行事。他甚至认为他们会刻意利用人们心中的宗教预言，比如圣经启示录里描述的世界末日，来当成他们的行动蓝图。一方面，他们按照预言里的剧情，一步步制造对应的事件；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信徒们对预言的虔诚，让大家觉得这既然是注定要发生的，我们这些凡人又何必去反抗呢？你看，当预言变成了一种让人放弃抵抗的工具，那它本身就成了最高明的武器。这就是世界剧本这4个字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含义。第二页叫做被收窄的视野。比尔·库柏在几十年前就预言，真正的审查未必需要长得像独裁。他说，未来不需要派士兵去烧书，去封住人的嘴，只需要让媒体的所有权集中到极少数几只手里，再让里面的人因为饭碗和前途，自己学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样一来，老百姓会一直以为自己消息灵通，无所不知。可实际上，他们听到的、看到的、相信的，全都是在一个被精心管理过的范围之内。请你想想，在2026年的今天，我们的资讯是不是正越来越多的从那么几个巨大的平台，那么几套看不见的演算法里流出来的？我们以为我们在自由地浏览整个世界，可我们看到的会不会只是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那一小块？第三页叫做面包与马戏，这是一个古老的罗马概念，意思是只要给民众足够的食物和足够的娱乐，他们就会变得温顺，不再去关心权力的事情。比尔·库柏预言，在未来，娱乐和分心会从一种消遣升级成一种统治的技术，无休无止的体育赛事，铺天盖地的明星八卦，永远刷不到底的各种短影音。他们看起来人畜无害，可在比尔·库柏的眼里，他们是控制机器上一个精密的零件，一个被娱乐喂得饱饱的，情绪上时刻被占据着的大众，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去追问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的。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会不会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今天的手机荧幕，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时。第4页是所有预言里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撞得最响的一页，比尔·库柏称之为超越人类。他说，那一小撮掌权者真正的野心远不只是控制世界这么简单，他们的终极梦想是利用科技去追求肉体的永生，去打造更优越的超级人种，最终让人透过技术变成神。他甚至描述了一种人和机器融合的未来。请注意，他说这番话是在30多年前，那时候连智慧型手机都还没有影子。可是今天呢？今天我们每天都在谈论人工智慧，谈论它什么时候会超越人类。我们有人在认真的研究如何逆转衰老，延长寿命。我们有人在研发能把大脑和电脑直接连起来的晶片。比尔·库柏在30多年前描述的那个人类试图扮演上帝的剧本，是不是正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真实地上演？而且，请你仔细想想比尔·库柏这套说法里最吊诡的一个层次。他说，那些掌权者追求的不只是用机器来控制别人，更是想透过机器来超越他们自己作为人的极限。在这个框架里，人工智慧就不再只是一个工具，而更像是一个被用来扮演造物主的祭坛。我们造出一个比我们更聪明的东西，然后我们会不会反过来被他或者被那些掌握他的人重新定义什么叫做人？这个问题在比尔·库柏说出那番话的年代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悬想，可是在2026年的今天，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连最顶尖的科学家们都在严肃争论甚至感到忧虑的真实议题。一个几十年前的广播主持人竟然把问题的方向指得这么准，这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深思了。第5页叫做买卖的权柄。比尔·库柏把目光投向了经济，他引用启示录第13章里那个著名的场景，预言未来会出现一套系统，让没有得到许可的人无法进行任何买卖。他把这个和战争、饥荒、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全都串在了一起。在他的剧本里，先是制造混乱和恐慌，等到大家被折磨得受不了，开始主动呼唤一个能够拯救他们的权威时，这套能够掌控每一笔交易的全球系统就会顺理成章地登场。我必须强调，这是比尔·库柏对宗教预言的个人解读。但是，当我们在2026年的今天，看着世界各国都在热烈地讨论数位身份，讨论可以被城市控制的数位货币，讨论一个无现金的社会时，回过头再看他这页剧本，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更何况，我们今天已经能看到，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个人的信用、个人的行为正在被一套庞大的系统打分。分数高的人寸步通行，分数低的人连买一张车票都可能变得困难。比尔·库柏在几十年前并没有预见到这套系统的具体长相，但他预见到了它的灵魂。他预见到了技术一旦和权力结合，就有可能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一张可以被随时冻结的行走的账户。在那个年代，这听起来纯属疯人一语，可如今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科幻问题，而是一个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了。还有一页叫做被制造的对立。比尔·库柏特别强调，要让一群人乖乖地交出权力，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先让他们自己人斗成一团。他说，当一个社会被撕裂成两半，当人们把所有的怒火都倾泻在另一半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胞身上时，他们就再也没有力气去抬头看一眼那真正站在他们头顶上的人了。制造对立，挑动仇恨，让彼此把对方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这在他的剧本里是一道屡试不爽的工序。我想，生活在2026年的我们，对这页剧本恐怕会有一种格外刺痛的共鸣。打开任何一个社群平台，那种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气氛，那种轻易就能被点燃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怒火，是不是正好就是他当年描述过的那幅景象？而最后一页，也是比尔·库柏认为最可怕的一页，叫做自愿的锁链。他说，这场大戏的结局不会是有人拿着枪把你关进一个看得见的牢笼，恰恰相反，那太笨拙了。
也太容易引起反抗了。真正的结局是，你会在日复一日的恐惧、分心和疲惫当中被一点一点的说服，最后心甘情愿的自己走进那个为你量身打造的笼子。等到有一天你终于回过神来，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早就把所有能够选择的权利亲手交了出去。最高明的囚禁是让囚犯发自内心的爱上自己的牢房，甚至还会去攻击那些想要叫醒他的人。把这几页剧本一页一页摊开以后，你可能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个在20多年前就已经死去的男人，他描述的那个世界怎么会和我们此刻正生活着的2026年重叠得这么厉害？一个被少数平台喂养着资讯的世界，一个被无穷无尽的内容占据着每一分钟注意力的世界，一个正在认真讨论要不要让机器拥有超越人类智慧的世界，一个连我们用什么方式花钱都可能被重新定义的世界。当这些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他30多年前的口中跳到我们今天的眼前时，那种感觉确实会让人在某个瞬间觉得脊背一阵发凉。讲到这里，气氛已经有点太沉重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踩一脚刹车，非常严肃地把这个男人和他理论的另一面也完完整整地讲给你听。因为一个负责任的讲述绝不能只挑那些听起来最震撼的部分。首先，比尔·库柏的很多预言之所以显得很准，是因为预言这种东西本身就有极大的解释弹性。一个说得足够模糊、足够宏大的预言，几乎总能在后来的某个现实里找到对应。而且，当一个带着具体日期的预言落空时，相信的人往往不会放弃，他们只会把日期往后挪一挪。事实上，比尔·库柏本人就有过明确落空的预言。他曾经给那场世界末日级别的大战定过一个大概的时间表，说大约从1996年开始，启示录里的末日大决战就会变成现实。结果我们都知道，1996年平平安安的过去了。这里其实藏着一个关于人类心理的很深的陷阱。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寻找规律，讨厌混乱和巧合。所以，当我们手里攥着一个笼统的预言，再回过头去看那些已经发生的历史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自动忽略掉那些没说中的部分，然后死死抓住那一两个说中的细节，大喊一声太准了。再加上比尔·库柏的很多说法，比如批评权力、批评媒体，本来就带有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味道。它就像一件不分尺寸的衣服，无论套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身上，好像都还算合身。看穿了这一层，你或许就能稍微冷静一点，去看待所有那些听起来神乎其神的预言了。其次，他那套故事最关键的根基，也就是他声称在海军情报部门看过机密文件这件事，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独立的证实。我们能听到的永远只有他一个人的一面之词。后来甚至有研究者指出，他早年关于外星人的一些惊人说法，连他自己在晚年都做了修正和撤回。而最重要也最不能回避的一点是，比尔·库柏的那本《苍白骑士》其实是一本充满严重问题的书。在书里，他竟然原封不动地收录了一份叫做西安长老会纪要的东西。这份东西是20世纪初被伪造出来的一份恶名昭彰的反犹太文件。它在历史上曾经被用来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和迫害，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而它早就被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一致证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比尔·库柏曾经辩解说，读的时候只要把里面指犹太人的地方换成他所说的那个秘密组织就行了。但这种辩解根本无法洗刷这本书传播仇恨伪作的污点。这也是为什么主流的历史学界对这本书和他的作者始终保持着最严厉的批评。不止如此，这本书里还有不少在今天看来明显有害且错误的说法。比如，他宣称艾滋病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生物武器，这类说法早已经被严谨的科学研究彻彻底底的驳倒。所以，请你务必记住，我们今天聊比尔·库柏，是把它当成一个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剖析，而绝对不是在说他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理。它更像是一块巨大的罗夏墨迹，
在崇拜者眼里，他是殉道的先知；在批评者眼里，他是危险的骗子；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只是一个被自己的偏执一步步吞噬掉的悲剧性的人物。那么，把这些光环和污点，这些震撼和荒谬全都拨开以后，比尔·库柏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还算得上有价值的东西吗？有意思的是，恰恰有那么一点，很多被那些末日预言吓得不轻的人都忽略了比尔·库柏反复强调的另外半句话。他其实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是注定的。恰恰相反，他几乎在每一次演讲的最后都会回到同一个呼吁上。他说，这个剧本是可以被改写的，而改写它的唯一办法不是恐慌，不是躲藏，更不是束手就擒。他说的方法其实朴素得有点不像一个阴谋论者。他说，去清醒过来，去自己读书，自己查证，凡事都要求一个证据，不要因为某个权威说了，某个荧幕上播了，你就全盘接受。他说，去独立地思考，不要把自己的脑子外包给任何人。他还说，要趁着我们还握有这份权利的时候去参与，去发声。你发现了吗？把比尔·库柏所有那些关于外星人、关于秘密政府、关于末日大战的骇人听闻的内容全都拿掉之后，剩下的这个核心其实一点都不神秘，也一点都不阴谋。它甚至算不上是什么预言，它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一个关于责任的道理。保持清醒，独立思考，拒绝被动，别把判断的权利轻易交出去。这些话，无论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什么剧本，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听进去的。说到底，一个健康的人既不应该对着任何声称掌握了终极真相的人全盘照单全收，也不应该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疑问都嗤之以鼻，懒得去想。真正困难也真正珍贵的是走在这两者中间的那条窄路，一边保有对权力的健康的警惕和怀疑，另一边又始终坚持用证据和理性来检验每一个让你心动的说法。比尔·库柏这个人恰好同时示范了这条路上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他提醒我们要保持怀疑，这是他好的一面，而他自己最终又掉进了不加分辨地，去相信一切阴谋的深渊，这是他坏的一面。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堂值得我们反复琢磨的课。所以我们最后再回到那个舞台的比喻上。聊了这么久，你会发现关于比尔·库柏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或许根本不是他到底有没有真的读过什么秘密剧本，也不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猜中了那场攻击。真正让人不安的是，当他描述那个被分心、被管理、被各种娱乐喂得舒舒服服的世界时，我们竟然能毫不费力地认出我们自己。他描述的到底是一份藏在保险柜里的秘密剧本，还是说他只是把人性里那些懒惰、逃避和容易被操弄的弱点打了一盏特别亮的灯照给我们看而已？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不管答案是哪一个，这个男人留下的那句最朴素的话似乎都还值得我们放在心上。那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这个剧本，这种无声的控制，只对那些从来不肯翻开它，从来不肯抬起头看一眼的人才真正有效。而对于那些愿意自己去读、去问、去想的人，那本所谓的世界剧本根本就困不住他们。所以无论你看完今天的故事是相信、是怀疑，还是只把它当成一个茶余饭后的离奇传说，都没有关系。比尔·库柏在30多年前喊出的那句话放到今天或许依然成立。别当一个从不翻开剧本的临时演员，读一点，问一点，想一点，然后永远记得抬起头，保持清醒。这可能才是这个故事唯一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最近这几个月，你是不是常常觉得很累？不是那种跑完步、加完班之后该有的累，而是一种说不上来、找不到源头的累。明明躺了一整晚，明明睡足了8个小时，早上睁开眼睛，却像是被一台卡车从身上斩过去一样，浑身酸痛，眼皮沉得抬不起来，连开口讲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明明这一天什么坏事都没发生，
胸口却闷闷的，情绪像涨潮一样一波一波涌上来，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就莫名其妙想掉眼泪。半夜2点、3点，你会忽然惊醒，眼睛瞪着天花板，脑子里明明什么都没在想，却怎么样都睡不回去。有时候耳朵里还会冒出一阵很高的嗡嗡声，像是有谁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拨动了一根你看不见的弦。你变得越来越敏感，以前不在意的噪音，现在听起来像针一样刺；以前无所谓的闲言闲语，现在随便一句就能让你心里翻腾一整天。走进人多的卖场，人挤人的捷运，你会莫名觉得胸口发闷，喘不过气，只想赶快逃出来。你开始对某些食物失去兴趣，身体好像在自己悄悄地换口味。你开始做一些异常清晰的梦，醒来之后，那些画面还清清楚楚地烙在脑海里，久久不散。你跑去看了医生，抽了血，做了检查，报告上一行一行写着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可是你心里很清楚，有什么东西真的不太对劲。如果我今天告诉你，你没有生病，至少不完全是生病。如果我告诉你，此刻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正在经历和你一模一样的症状，而这一切被一位从英国牛津大学走出来的物理学家解读成一场史无前例的转变。他说，你不是坏掉了，你是正在脱壳。他说，整个人类正在被悄悄地重新格式化，而这场转变的能量大潮会在2026年的6月与7月冲上最高点。你愿不愿意花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一起把这件事从头到尾看个明白？我们先从这位物理学家说起，他的名字叫做克莱门斯。如果你去查他的背景，你会发现他不是什么江湖术士，也不是随便在网络上冒出来的神棍。他年轻的时候在牛津大学受过完整的理论物理训练，后来又到剑桥大学深造，专攻的是弦理论还有电磁学。这是什么概念？弦理论是当代物理学里最烧脑最前沿的领域之一，研究的是构成这个宇宙最底层的那一根极其微小的不断震动的弦。能在这个领域里待下来还能站上讲台教书的人，那颗脑袋绝对不简单。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一辈子跟公式跟方程式打交道的人，大约在25年前忽然经历了一场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转变。他开始做一些很奇怪的梦，梦境和现实的界限开始模糊，他开始感觉到一些频率，一些光，一些声音从他的身体里穿过去。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可是慢慢的他发现那不是幻觉，而是一种他过去用整套物理学都完全无法解释的东西。而接下来他所宣称的事情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在他自己的描述里，他在那场转变之后开始接触到一种叫做遥视的能力，也就是用意识去感知远方的人事物。他声称自己透过这种方式竟然和地球之外某些高度发展的文明建立了联系。他提到了昴宿星，提到了大角星，还有一群他称之为更高智慧的存在。听到这里，我猜你眉头已经皱起来了。一个堂堂牛津剑桥出身的物理学家怎么会讲出这种话？我必须很诚实地说，这些都是他个人的宣称，没有任何科学证据可以证明。我把它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不是要你相信，而是要让你知道这个人到底走到了一个多么远的地方。他从一个最理性的科学家一路走到了科学的最边缘，甚至走出了科学的边界。而你之所以还愿意听他说，是因为在他讲述的这一切玄之又玄的东西背后，竟然又能对应上一些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物理现象。这才是这件事最吊诡也最迷人的地方。也正因为他相信我们无时无刻不浸泡在各种电磁场里，这位物理学家后来甚至开始动手设计起一些他宣称可以帮人抵御这些干扰的小装置。他说，现代人活在一锅电磁的浓汤里，从来没有一刻能真正脱身。你想想看，从你早上睁开眼，手机就在枕头边发着讯号，到你出门路过一座又一座的基地台，再到你回家打开的无线网络、微波炉、蓝牙耳机，我们的身体确实从早到晚都浸在一片肉眼看不见的电磁海洋里。这在人类几百万年的演化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我们的身体是在那个只有太阳、
闪电和地球磁场的古老世界里，慢慢长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它根本来不及适应这短短100年间被我们自己亲手造出来的这么浓密的电磁环境。那位物理学家认为，正因为如此，当天上的太阳再来搅动这锅浓汤，我们这副本来就已经有点负荷过重的身体，就更容易被推到失衡的边缘。我必须说，他那些装置到底有没有用，同样没有科学定论。可是他提醒的这件事本身，那锅我们每天泡在里面却浑然不觉的电磁浓汤，倒是千真万确，值得我们静下来想一想。于是这位牛津物理学家做了一件在学术界看来几乎是自毁前程的事，他开始公开讲一套全新的说法。他说，我们过去所学的那一套物理学是死的物理学，在他口中那叫做死掉的物理。他说，这套死掉的物理把整个宇宙看成一堆冷冰冰的、没有生命的、像机器一样运转的零件，行星只是石头，能量只是数字，人只是一团碰巧会思考的肉。可是他说，这套看法从根本上就错了。他提出的新说法叫做活的能量学。他说，这个宇宙的最底层不是死的零件，而是一片有生命、有意识、会回应情绪、能被意念改变的活的场。听起来是不是很玄？先别急着下结论，因为接下来这位物理学家讲了一句让很多人脊背发凉的话。他说，旧的那个现实正在崩塌，而且不是未来才会崩塌，是现在此刻已经正在崩塌的进行式。他说，人类正站在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上，整个物种正在从一种旧的存在方式被推向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而他特别提醒，这个转变的能量会在2026年的年中，也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6月跟7月，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一个物理学家讲什么活的能量，什么旧现实崩塌，这跟我半夜睡不着，浑身酸痛，到底有什么关系？问得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把镜头从这位物理学家身上移开，抬头看向天空，看向那个距离我们1.5亿公里，却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东西——太阳。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头顶上那颗看似永恒不变的太阳，其实一直在呼吸。它有一个大约11年的活动周期，科学家把它编了号。我们现在正处在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里。这个周期从2019年的年底开始启动。一开始它很安静，太阳表面平平静静的。可是随着时间推进，它越来越暴躁。让我们来看看这几年这颗太阳到底干了些什么好事。2024年的5月，一场被归类为最高等级的地磁暴扑向地球，那是20多年来都罕见的强度。全世界很多平常根本看不到极光的地方，那几天晚上天空都被染成了诡异的红色和绿色。同一年的10月初，太阳又甩出一记这个周期里威力最强的耀斑那种能量，几分钟之内就能跨越1.5亿公里抵达地球。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没有。2025年的11月，又是一场几乎达到极限等级的地磁暴。接着到了2026年的1月，太阳再次爆发，这次抛出的那一大团带电的物质只花了25小时就冲到地球面前，速度快得让科学家都吓了一跳。然后就在不久前，2026年的4月，太阳又连续甩出好几记强烈的耀斑。你可能会想，太阳闹脾气，顶多就是让我们看看极光能有多严重。那我想请你把时间倒回到1859年，那一年的9月，人类记录到了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场太阳风暴。一大团带电的物质从太阳表面爆发出来，狠狠地砸向地球。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网，没有卫星，没有网路。可是即便如此，当时人类刚刚架设没多久的电报系统瞬间全面瘫痪，电报机的线路冒出火花，有的接线员被电得弹开，有的机器即使切断了电源，竟然还能继续发报，仿佛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附了身。那几天晚上，连靠近赤道的地方都看得到极光，天空亮到有人以为是天亮了，爬起来准备煮早餐。科学家后来给这场风暴起了个名字，用的是当时观测到他的那位天文学家的姓氏，
而真正让研究太阳的人夜不能寐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同样强度的一场风暴砸在我们今天这个被电网、卫星、网络层层包裹的文明上，会发生什么事？答案是，可能让整片大陆的电力在几分钟之内全部消失。我们头顶上这颗太阳从来就不是一盏温顺的暖灯，它是一头随时可能苏醒的巨兽。有趣的地方来了，一般人会以为太阳活动的高峰过了，接下来就会慢慢平静下来，危险就过去了。可是真正研究太阳的科学家会告诉你，事情恰恰相反。历史上那些最猛烈、最具破坏力的太阳事件，往往不是发生在高峰的正中央，而是发生在高峰过后，太阳看似要走下坡的那段时间，甚至是在高峰过去好几年之后。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表面上太阳好像要消停了，实际上却可能正是最危险、最容易爆发超级事件的窗口期。不止如此，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规律：地球上最强的地磁暴特别容易集中在春天和秋天前后爆发。这背后牵涉到地球的磁场跟太阳风之间，在特定的角度下会产生一种更容易耦合、更容易被撕开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一年当中，有某些时段，地球的这层保护罩会变得特别脆弱，特别容易让太阳的能量灌进来。现在，你大概可以隐约感觉到，为什么那位牛津物理学家会把2026年的这个年中标记为能量大潮的高峰了吧？一边是太阳走在最容易爆发超级事件的下坡窗口，一边是地球磁场在这个季节变得格外脆弱，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可是，这还只是故事的一半，因为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不是太阳本身，而是太阳和地球之间那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听说过，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大脑的东西。它叫做舒曼共振。这个名字来自一位德国物理学家舒曼。早在1952年，他就从理论上预测到了一件事。他说，在地球的表面跟天空中那层带电的电离层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腔，而这个空腔就像一个巨大的钟，会被全球各地此起彼落的闪电不断敲响，产生一种稳定的极低频率的电磁波。这个波后来就以它的名字命名，叫做舒曼共振。它最基础的那个频率大约是 7.83 赫兹。7.83 赫兹这个数字本来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物理常数，可是当科学家把它跟人类的大脑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人类的脑波是有不同频段的，当我们进入最深层的睡眠，毫无意识的时候，大脑发出的是频率最低的德尔塔波。当我们昏昏欲睡、深度放松、进入冥想的时候，大脑会发出一种叫做西塔波的脑波，频率大约在4到7赫兹之间。当我们清醒却平静、放松而专注的时候，大脑会切换到一种叫做阿尔法波的状态，频率大约在8到12赫兹之间。而当我们高度专注、灵光乍现，或者进入某种更高的觉知状态时，大脑则会跳到频率更高的伽马波。你发现了吗？地球这个大钟的基础频率 7.83 赫兹，刚刚好就卡在人类西塔波跟阿尔法波交界的那条线上。这是巧合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但事实就是，几亿年来，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包括我们人类，都是泡在这个 7.83 赫兹的电磁摇篮里，一代一代演化出来的。有研究者形容，我们的大脑和地球的这层电磁空腔仿佛在说着同一种语言，用着同一个频率在呼吸。平常，当这个舒曼共振稳定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温柔的节拍器，帮我们的大脑维持在一种流畅、平衡、安定的状态。可是问题来了，当太阳爆发，地磁暴来袭，当那些带电的粒子大量灌进地球的高层大气，这个大钟的振幅就会突然飙高，原本稳定的频率会开始剧烈跳动、扭曲，产生混乱的谐波。监测这个共振的科学仪器上，那些代表能量强度的图像会从一片平静的深蓝色突然爆出大片刺眼的红色和白色。研究的人把这种现象叫做白色尖峰。而当地球的这个节拍器乱掉的时候，泡在这个场里面的我们会发生什么事？答案是，那些莫名其妙的症状
全都来了。让我们回到开头，回到你的身体，那种找不到原因的疲惫，那种睡了再久也补不回来的累，那种半夜2点到4点之间准时把你叫醒，再也睡不着的失眠，那种从头顶正中央往下压，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按着你的头痛，那种沿着后颈、背脊、关节跑来跑去的酸痛，那种一点小事就让你情绪崩溃，一波又一波涌上来的悲伤、烦躁，甚至没来由的恐惧，那种突然对声音、对光线、对别人的情绪变得异常敏感，走进人多的地方就觉得喘不过气的感觉，那种耳朵里时不时响起的高频嗡嗡声，那种异常清晰、栩栩如生，醒来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梦，还有那种忽冷忽热、半夜盗汗，明明不是更年期却体温失调的状况，甚至是肠胃突然变得很敏感，忽然不想吃以前爱吃的东西，身体好像在自己重新调整它的燃料。还有一种感觉，可能比身体上的酸痛更让你心慌，那就是你的脑袋好像蒙上了一层雾，你会发现自己很难专心，话讲到一半，忽然忘记自己原本要说什么。你走进一个房间，却想不起来自己进来要做什么。简单的事情需要花上比平常多好几倍的力气才能勉强运转。更奇怪的是，你对时间的感觉好像也乱掉了。明明才过了1个礼拜，回想起来却像是过了1个月那么漫长。又或者，一整天休一下就过去了，你却什么都没记住。有时候，你甚至会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眼前这个熟悉的世界忽然变得有点不真实，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像在看一场别人的梦。这种感觉很难对人形容，讲出来还怕被当成是不是压力太大，脑子出问题了。可是在那位物理学家的解读里，这种脑雾，这种时间感的错乱，恰恰是这场转变里最典型的现象之一。他说，当一个人的意识正在从旧的频率往新的频率调整的时候，就像收音机在2个电台之间转动旋钮，那中间必然会经过一段满是杂讯，什么都听不清楚的过渡地带。这一长串的清单是不是让你越看越心惊？在那位牛津物理学家还有许许多多研究这个现象的人看来，这些症状根本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他们是有规律的，他们会一波一波的来，来的时候强烈，过了又会缓解。而最关键的是，他们发作的时间点常常跟太阳的耀斑、跟地磁暴、跟季节的转换点紧紧地对应在一起。当天上的能量起伏，地上的这群敏感的人身体就跟着起伏。而这里面藏着一件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事。如果你打开网络，去那些讨论这个现象的角落看一看，你会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景象。在地球的不同角落，住着一群彼此完全不认识、讲着不同语言、过着截然不同生活的陌生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段日子里跑上网来，描述着几乎一模一样的状况。住在北欧的人说，这几天头顶正中央闷痛，半夜2点准时醒来。住在南美的人说，这几天情绪莫名其妙的崩溃，累到骨子里。住在亚洲的人说，这几天耳朵一直嗡嗡作响，做了好多清晰的吓人的梦。而当有人把这些零散的留言跟那几天太阳的活动、地磁暴的数据一比对，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因为那些大家集体喊着最难受的日子，竟然真的就是太阳爆发、地球磁场被搅得最乱的那几天。一个住在地球这一头的人和一个住在地球另一头的人，素昧平生，却在同一个夜晚，因为同样的原因，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东西正在同时波动着我们每一个人，那这幅画面会不会就是他留下的最清楚的指纹？那位物理学家给了这个现象一个很美也很惊悚的比喻。他说，这就像脱壳。你想想看螃蟹，想想看龙虾，它们的身体外面包着一层又硬又紧的壳，可是当它们要长大的时候，那层旧的壳就再也容不下它们了。于是它们必须经历一段最脆弱、最痛苦的时期，把整个旧壳从身上一点一点地撑开、褪去。在脱壳的那段日子，它们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任何防护，痛苦不堪，只能躲在角落里颤抖着等待。可是，一旦熬过去，它们就会长出一副更大、更强壮的新壳。
再想想看，蛇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痛苦地把整张皮蜕掉。再想想看，那在地底下蛰伏了好几年的蝉，最后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撑破自己的背，从那个又干又硬的旧壳里挣扎着爬出来，然后才能展开翅膀飞上枝头，唱出他这辈子第一首歌。那位物理学家说，此刻的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这样一场脱壳。他甚至用了一个更具体的说法，他说，人类的身体正在从一种比较粗糙、比较沉重的状态，朝着一种他称之为水晶体的更精细、更高频的状态转变。他说，当这个转变正在发生的时候，旧的东西被一块一块地撑开，剥离那种拉扯，那种松动，在身体上就会被感受成各式各样的酸痛、疲惫和不适。换句话说，你感觉到的那些难受，在他看来不是坏掉的征兆，而是正在长大的征兆。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猜想，他认为我们身体里的基因有很大一部分过去一直被科学界当成没有用处的垃圾，可是他相信这些所谓沉睡的部分其实藏着我们还没有开启的潜能，而在这场能量的洗礼之下，他们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唤醒。我要再强调一次，这只是他的猜想，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据，但你不觉得这个画面想起来还是让人有点热血沸腾吗？仿佛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体里都封印着一个更大的自己，正等着被解开。当然，讲到这里，我必须非常严肃的、诚恳的跟你说一句话，请你一定要记住，身体的不舒服绝对不能全部丢给什么能量、什么脱壳去解释。如果你的胸口闷痛、心跳异常、头痛剧烈，或者任何症状持续不退，越来越严重，请你务必去看医生，做完整的检查。连那些最相信这套说法的人都会反复强调，灵性的转变和真正的疾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先把身体的病因排除掉，照顾好你这副肉身，这才是真正爱自己。我们今天聊的这一切是另一个层面的探讨，它不能也不应该取代任何专业的医疗。把这句话放在心上，我们再继续往下走。讲到这里，也许你心里会冒出一个疑问，如果这真的是全人类一起在经历的事，那为什么有些人完全没感觉，照样吃得下睡得着，活蹦乱跳，而有些人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答案也很有意思。研究这个领域的人发现，人跟人之间对能量的敏感度天生就有很大的差别。有一群人被称为地磁敏感族群，他们的神经系统天生就像一根更灵敏的天线，地球磁场稍微移动，他们就感受得到。还有一群人，平常我们会叫他们高敏感者或者共感人，这些人能够轻易地感受到别人的情绪，走进一个房间就能立刻感觉到气氛的好坏。他们的内心本来就像一块吸水的海绵，在能量平静的时候，这是一种天赋，可是在能量翻涌的时候，这也意味着他们会比一般人承受多得多的冲击。如果你正好就是那种从小就被说想太多、太敏感、太情绪化的人，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跟这个吵吵闹闹的世界格格不入，那么很可能你正是那群在这场大潮里感受最深的人。这不是你的缺陷，在那位物理学家的眼中，这恰恰是你的天线，比别人架得更高。我也想特别跟那些年纪稍长一些的朋友说几句话。也许你会想，我都活到这个岁数了，这一辈子大风大浪见过多少，怎么最近反而动不动就觉得累，觉得心烦，睡也睡不好，是不是身体真的开始走下坡了？我想请你换一个角度想想看，你走过的路比别人长，看过的人事比别人多，你这颗心其实早就被岁月磨得比年轻人更通透、更柔软。一块在世间泡了几十年的海绵，吸水的能力从来不会比新的差，往往只会更深。所以当这场大潮涌来，你感受的比别人清楚，比别人深刻，这不是你在衰退，恰恰相反，这是你这一生累积下来的敏锐，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被唤醒了。你不是跟不上了，你是听得见很多人这辈子都听不见的东西。请别急着把这份感受全都推给年纪，推给老化。有些骚动是身体在退场，而有些骚动是灵魂在苏醒。好，
如果说脱壳讲的是个人身体层面的转变，那么那位牛津物理学家口中那个更大的词集体格式化又是什么意思？格式化这个词，玩过电脑的人都懂。当一台电脑用久了，里面塞满了各种乱七八糟的垃圾档案、过时的程式、卡住的设定，整台机器跑得又慢又卡，动不动就当机。这个时候，最彻底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格式化，把硬碟整个清空，把那套旧的烂掉的作业系统彻底删除，然后重新灌入一套全新的系统。那位物理学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人类这个物种几千年来运行的是一套旧的作业系统，这套旧系统的核心程式码写的是什么？是恐惧，是控制，是竞争，是分离。我跟你是分开的，你的好就是我的坏，资源是稀缺的，所以我们要争，要抢，要算计，要互相提防。我们把世界看成一场零和的游戏，把彼此看成需要战胜的对手。这套系统运行了几千年，制造了无数的战争、剥削和痛苦。而那位物理学家认为，现在这套旧系统正在被格式化。他甚至直接点明了一个我们很多人都听过的概念，叫做模拟理论，就是那种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可能根本不是真实的，而是一个巨大的被设计出来的虚拟城市的想法。他说，问题就出在这里，当人类把自己完全等同于这个模拟城市里的一个角色，完全相信这套由恐惧跟分离写成的规则，我们就被困住了，就像被困在一个无限循环的回圈里，永远跳不出来。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力量。他说，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上，不是为了变成更好的机器，我们不是来把自己训练成一台更高效、更听话、运算更快的机器的。他说，我们是来变成活着的星星的。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放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听起来特别讽刺，也特别发人深省？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在往哪个方向狂奔？我们造出了越来越聪明的人工智慧，他们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写完一篇文章，画出一幅画，算出一道连最顶尖的数学家都要想很久的题目。整个世界几乎都陷入了一种狂热，拼命地想让机器变得更快、更强、更像人。而与此同时，我们又有意无意地要求我们自己也活得越来越像一台机器。我们追求效率，追求产出，把一天的时间切成一块一块，塞满待办事项。我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看的是他能完成多少工作，创造多少数字。我们越来越擅长计算，却越来越不擅长感受。可是就在这个全世界都在比赛谁更像机器的时候，这位物理学家却反过来提醒我们，人类真正的价值，恰恰是机器永远学不会的那一部分，是你流泪的能力，是你会为了一个陌生人的遭遇而心痛，是你在看到夕阳的时候，心里会涌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当机器越来越像人，也许我们最该守住的，反而是那颗会痛、会爱、会颤抖的心，因为那才是我们之所以为人，最后也最珍贵的证据。把人类的这场集体转变跟一台电脑的重灌系统联想在一起，其实一点都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荣格就提出过一个惊世骇俗的概念，叫做集体潜意识。他认为全人类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个共享的、看不见的心灵底层，我们每一个人都透过这个底层悄悄地连结在一起。后来有人把荣格的这个想法跟地球的电磁场联系起来，他们猜测会不会地球的那个电磁场，那个舒曼共振，就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潜意识的物理载体。会不会当这个场发生剧烈变动的时候，连接在这个场上的全人类的集体心灵也会跟着一起震荡，一起转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此刻当太阳一次又一次地敲响地球这口大钟，当舒曼共振一次又一次地飙高扭曲，那位物理学家所说的集体格式化，会不会就正在悄悄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潜意识深处同步地进行着？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这几年全世界好像越来越多人，无论他们原本相不相信这些，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有人把这种加速的感觉叫做觉醒的提速。越来越多人在同一个时间点
开始质疑自己过去深信不疑的一切，开始寻找一种更深的意义。说到这里，也许你会想，人类真的曾经被这样格式化过吗？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疯狂，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的镜头拉得够远，回头看看人类这一路走来的历史，你会发现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回想一下，在好几万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一直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日复一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忽然之间，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世界各地的人类几乎不约而同地学会了种田，学会了驯养牲畜，盖起了城市，文明就这样爆炸性地诞生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在更晚一点的某个年代，地球上几个相隔遥远、彼此根本不可能联络的地方，竟然同时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最伟大的思想家。东方有他们的圣贤，西方有他们的哲人，他们在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分别开始思考人活着的意义，思考善与恶，思考天地与人心。为什么会这么巧？为什么人类的觉醒总是像被谁按下了开关一样，一波一波集体的降临？我不是说这些历史的转折就一定是什么能量造成的，但你不得不承认，人类的进步从来就不是一条平缓的斜坡，而是一级一级的阶梯。我们会在某个门槛前停滞很久很久，然后忽然之间集体的跳上一个全新的台阶。而那位牛津物理学家相信，我们现在正好又站在这样一个门槛前面，只不过这一次的台阶可能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来得更高更陡。说起来，把时间看成一级一级的台阶，看成一圈又一圈的循环，其实一点都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早在好几千年前，散落在地球各地的古老文明，不约而同的都抱着一个非常相似的信念。他们不认为时间是一条笔直往前，永远不会回头的直线。在他们眼中，时间是一个巨大的轮子，一圈一圈的转动，而人类的历史会随着这个轮子走过一个又一个截然不同的纪元。古印度的智者把世界的演变分成好几个漫长的时代，他们相信每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旧的秩序会彻底崩坏，然后一个全新的循环会在废墟之上重新开始。在遥远的美洲，那些关心的古老民族也用他们精密的惊人的历法，把时间切分成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周期，并且相信每一个周期的交界都是天地翻覆、世界重整的关口。为什么这些彼此远隔重洋、根本不可能互相通信的文明会不约而同地得出这么相似的结论？是巧合吗？还是说，我们的祖先曾经亲身经历过某些一轮又一轮的巨大转变，于是把那份深刻的记忆藏进了他们的神话和历法里，一代一代传给了我们。而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把目光从历史再转回到天空，会发现连那些研究星象的人给出的时间表，竟然也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在那些研究星象的人眼中，2026年的这个时间段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天象。在2026年的2月前后，有2颗行星，土星和海王星，在天空中走到了一个非常靠近的位置，发生了所谓的合相。在传统的解读里，海王星代表的是边界的消融，是梦境，是直觉，是一切坚固的东西开始融化，变得朦胧。而土星代表的是结构，是秩序，是规则，是现实的框架。当这两股看似完全相反的力量在白羊座这个象征全新开始的位置上撞在一起，研究星象的人说，这就像是按下了一颗宇宙的重置键，旧的结构开始松动瓦解，而某种全新的还看不清楚形状的东西正在从那片消融里浮现出来。你看，从太阳的活动到舒曼共振的震荡，从人类历史的阶梯再到天空中行星的合相，这么多条原本毫不相干的线索，竟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时间段，2026年的年中。这就是为什么那位牛津物理学家会把这个6月跟7月标记成能量大潮的最高点。讲到这里，我心里其实会浮起一个很大的感慨，也想分享给你。你有没有想过，在人类这几十万年这么漫长的岁月里，绝大多数的人出生、活着，然后死去，他们这一辈子所看到的世界和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祖父母所看到的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日子是平的，是静止的，一代又一代重复着几乎一样的生活。可是我们呢？我们偏偏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在我们短短这几十年的生命里，我们亲眼看着世界被一次又一次的翻转，我们看着机器学会了思考，看着遥远的两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连在一起，看着太阳在我们头顶上一次又一次的咆哮，也看着好多好多原本以为坚不可摧的东西在我们眼前松动、崩塌。如果那位物理学家说的是真的，如果这真的是一场几千年才会发生一次的巨大转折，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就刚好站在了那个转折的正中央。这到底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还是一种难得的福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能够亲身站在历史的这道门槛上，亲眼看着一个旧的世界谢幕，一个新的世界拉开序幕，这样的机会，在过去无数个世代里，是多少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我们不是不小心被丢进这个混乱时代的倒霉鬼，也许我们是特地被安排来见证这一刻的。可是现在我要把另一面也诚实地摊在你面前，因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不是只挑那些听起来震撼的东西讲给你听，而是把真相的两面都让你看清楚。关于舒曼共振，网络上流传着非常多的说法，其中有不少其实是被夸大，甚至是错误的。比方说，有人说地球的基础频率正在不断上升，正在从 7.83 赫兹一路往上飙，这就是地球在扬升的证据。可是严谨的科学监测并不支持这个说法，基础频率本身是相当稳定的，真正在变的是它的振幅，是它的强度，而不是频率本身在永久的往上爬。再比方说，有人说这个 7.83 赫兹的频率会改写你的去氧核糖核酸，会直接唤醒你的细胞，这同样是缺乏实证的夸大。还有人把舒曼共振跟手机的 5G 讯号混为一谈，说 5G 会干扰地球的频率，这更是彻底的误会。因为舒曼共振是一种极低频的波，而 5G 讯号的频率比它高出了千万万倍，两者根本是完全不同的物理世界，扯都扯不到一起。那么把这些夸大的部分剥掉之后，还剩下什么是真的？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部分。科学上确实发现，当地磁暴来袭，当多项指标一起往上跳，地球磁场的扰动跟一部分人的身心状态之间是存在着真实的、可以被测量的关联的。研究人员把那一群对地球磁场特别敏感的人叫做地磁敏感族群。对这群人来说，在地磁暴强烈的日子里，确实更容易感觉到疲惫、头痛、心神不宁，或是直觉变得异常敏锐。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大规模的人口统计研究发现，地磁活动的剧烈扰动跟人群中心脏事件发生的频率之间存在着统计上的关联。也就是说，就算你的意识完全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你的心脏、你的神经系统其实可能一直在默默地聆听着地球磁场的变化，并且做出反应。这不是玄学，这是被严肃研究过的现象。说到心脏，这里又藏着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秘密。科学家发现，我们的心脏其实也会产生它自己的电磁场，而且这个场的强度比大脑产生的还要强上许多倍。当一个人处在感恩、平静、慈爱的状态时，心脏发出的这个场会变得非常和谐，非常有秩序。而当一个人处在愤怒、焦虑、恐惧的状态时，这个场就会变得混乱、杂乱无章。这个发现刚好呼应了那位牛津物理学家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心脏不是一个只会感伤的器官，在他口中，那颗心是一个真理的超导体。超导体是物理学里一种非常神奇的材料，在特定的条件下，电流可以毫无阻力的完美的通过它。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心脏，意思是当一个人从由头脑主导的那套恐惧、计算、控制的旧模式切换到由心去感受、去连结的新模式，某种更高的智慧、更纯净的能量和资讯就能毫无阻碍地从这个人身上流过。他还用上了量子物理里的两个概念，一个叫做观察者效应，讲的是在微观的世界里，一个东西到底会呈现什么状态，竟然跟有没有人去观察它有关。另一个叫做量子纠缠，讲的是两个曾经连结过的粒子
就算被分隔到宇宙的两端，其中一个发生变化，另一个会在瞬间同步反应，仿佛距离根本不存在。这位物理学家说，这两个现象其实正是在向我们暗示，我们的意识远比我们以为的更有力量，我们彼此之间的连结也远比我们以为的更深。那种瞬间的心电感应，那种对远方亲人莫名的牵挂，在他看来，都是量子纠缠在我们生命的层次上所激起的一种回响。他描绘了一幅很大的图景，他说，地球是一颗特别的种子星球，蕴藏着极其丰沛的情感能量和创造潜能。可是长久以来，我们这个物种一直把自己困在恐惧、控制和过度用脑的回圈里。我们太习惯用头脑去计算、去防备、去分析，却忘了还有一条路。而走出这个回圈的桥梁，他说，不是更先进的科技，而是能量本身，是回到那颗作为真理超导体的心。那么，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我们真的正站在一场脱壳、一场格式化的门口，在这个能量翻涌的2026年年中，到底有没有不同的可能性？我们是只能被动的被这场大潮推着走吗？那位物理学家还有许多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们说，在这样的转折点上，其实有两条路摊在每一个人的面前。第一条路是抗拒，是死死地抓住旧的东西不放，抓住旧的恐惧、旧的怨恨、旧的习惯、旧的那个自己。可是当大潮已经要把旧的壳冲走，你却还死命抓着它，那会发生什么事？那层壳就会把你越勒越紧，那种拉扯，那种痛苦就会被放到最大。许多人此刻感受到的那些剧烈的难受，在他们看来，未必是能量太强，而是抗拒太深。第二条路是臣服。注意，臣服不是放弃，更不是躺平认输。臣服是当你看见旧的壳已经容不下你了，你愿意松开手，愿意信任这个过程，愿意让那层旧壳自然的剥落。就像那只脱壳的螃蟹，它如果拼命想把自己塞回旧壳里，只会把自己卡死。可是当它愿意放手，安静地等待新的壳，才有空间长出来。走第二条路的人说，当你停止抗拒，那些痛苦反而会奇妙地减轻，因为你不再是逆着潮水游泳，而是顺着它被带往一个更开阔的地方。而最让人深思的是，他们相信这两条路会把人带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边是紧抓着旧世界，在恐惧和混乱里越陷越深；另一边是松开手，朝着一个更广阔、更轻盈的存在慢慢地走过去。在这个能量的大潮里，你选择用哪一只手去面对，也许就决定了你会被带到哪里。那么，回到最实际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个6月与7月，当那些酸痛和失眠来敲门的时候，我们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来帮自己顺顺利利地走过这一段？那位物理学家还有许多过来人给出的建议，其实出奇的朴素，一点都不神秘。第一件事是允许自己休息。如果你的身体在喊累，请不要逼它。脱壳期的螃蟹是躲在角落里不动的。在能量强烈的日子里，少安排一点事，多给自己一点空白，让身体有余裕去完成它正在进行的调整。这不是懒惰，这是智慧。第二件事是回到大自然，回到地面。很多人发现，当症状来袭的时候，光着脚踩在泥土上、草地上、沙滩上走一走，或者只是在树下安静地坐一坐，那种翻腾的感觉会奇妙地平缓下来。也许正是因为赤脚接触大地，让我们重新和地球那个稳定的节拍器接上了线。多喝干净的水，吃简单一点、天然一点的食物，让身体轻盈，也都会让这个过程好过很多。第三件事是学会呼吸，学会安静。当情绪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的时候，不要急着压下去，也不要被它卷走，试着只是慢慢的、深深的呼吸，看着那个情绪升起，再看着它落下。它来是为了被释放，不是为了把你淹没。记住刚刚说的，臣服而不是抗拒。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关于半夜那场准时的失眠。很多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说，如果你常常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醒来，
与其翻来覆去烦躁地抓起手机，不如试试看，就让自己安安静静地坐起来，背挺直，闭上眼睛，慢慢地呼吸，然后就只是聆听，聆听那一片寂静。因为在许多古老的传统里，凌晨的这段时间被认为是一天之中内心最敞开、最容易接收到某种讯息的时刻。也许那些最深刻的领悟、最有灵感的念头，正是在这片无人的安静里悄悄地浮现出来的。在床边放一本本子，把任何浮现的东西写下来，说不定你会收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你看，这些方法没有一个是要你花大钱，也没有一个要你去信什么，它们的核心其实就是2个字：温柔。在这个能量翻涌的时刻，温柔地对待自己这副正在转变的身体，温柔地对待自己这颗容易波动的心。说到最后，让我们把镜头从个人、从地球再拉远一点，拉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前面。如果那位牛津物理学家说的对，如果人类真的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脱壳，一场集体的格式化，那么格式化之后的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究竟是被某种更大的力量温柔地推着往前走的被眷顾的孩子，还是只是一场巨大转变里碰巧被卷进去的过客？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实说，没有人知道。脱壳的过程从来都是痛苦的，是脆弱的，是充满不确定的。那只躲在角落里浑身发软的螃蟹，那条正在蜕皮的蛇，那只拼命撑破旧壳的蝉，在他们最难受的那一刻，他们大概也不会知道自己即将长出更大的壳，蜕出更新的皮，展开能够飞翔的翅膀。他们只知道现在很痛，很累，很想放弃。可是也许这就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你这几个月来那些莫名的疲惫，那些半夜的清醒，那些无端涌上的眼泪，那些找不到原因的酸痛，他们真正想告诉你的，不是你坏掉了，而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你的身体里，在你的心里，在这整个世界的最深处，悄悄的，一点一点的重新生长。2026年的这个6月与7月，那位物理学家口中能量大潮的最高点，也许正是这场漫长脱壳里最艰难却也最关键的一段。如果你正在经历那些难受，请你记得你不孤单。此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有数百万个和你一样的人，正在同一片能量的大潮里一起颤抖，一起撑着，一起等待着那层旧壳彻底剥落的那一天。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又在凌晨2点、3点忽然睁开了眼睛，请你先不要慌，也不要急着生气。你可以试着在黑暗里轻轻地对自己说一句话。你可以说，我知道你在转变，我愿意让它发生，然后深深地吸一口气，再缓缓地把它吐出来。把那股想要对抗、想要把一切推回原样的力气轻轻地松开。你不需要弄懂这一切，你不需要立刻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甚至不需要相信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你只需要在那个安静的深夜，允许自己被这场你无法控制的大潮温柔地带着走。就像那只脱壳的螃蟹，它最聪明的选择从来不是挣扎，而是放手，是信任，是安静地等待那一副新的壳自己长出来。也许到了那一天，当尘埃落定，当大潮退去，我们会猛然回头，才发现原来在这场看似混乱的格式化里，我们从来都不是被删除的旧档案，我们是正在被重新写入的一个全新的故事。而你此刻所经历的一切，无论多么难熬，都正是这个新故事最开始的第一行字。